好，开始了一次新的直播啊，这是北京这个地方应该叫卫星厂或者叫卫星研究所，应该以前是做航天部的一些卫星研究的啊，但是现在的话应该也拿来去做一些改造了，有点像798那感觉似的，里边有很多的酒吧，然后餐厅，还有很多的公司在这里。我记得我在多少年之前，大概是在呃202002年还是大概是基本上20多年前吧，在这旁边有一个叫卫星大厦的地方上了1年的班啊，当时是作为这个台湾红光扫描仪中国区的代表啊，在这边上了1年的班。后来这个扫描仪卖的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就离开了。这块还是充满了记忆啊。然后我的对面呢，应该是原来是叫什么酒店我忘记了啊，反正是一个很大的酒店。后来是被京东买走了啊。京东后来把整个这个酒店买下来，到底是去做办公楼了还是做什么了，我也搞不太清楚啊。反正又回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充满回忆的地方吧。又在中关村附近，因为今天呢是要来去参加他们的氛围编程的一个俱乐部，啊，然后就这个跑到这儿来了。然后氛围编程俱乐部的组织者江变啊，我以前的同事，现在还在里边发文章，所以我说我找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清静的地方吧，就是至少在外边啊，不要在里边吵他们，先把直播挂起来，然后等他开完了。发完了文章以后呢，要问一下他的俱乐部到底是什么情况，对吧？因为他以后可能每周4都会在这里去组织氛围编程啊，然后我们也要去问一问，他现在准备搞些什么东西，以及氛围编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以后可能没准每周4我都会留到这儿来，也许吧。然后具体几点来就不一定了啊，因为这里每周都是上午10点到下午7点。下午的话，我估计。可能就没法在外面给大家挂直播了啊，因为今天的话，北京37度啊，这个已经是发了高温预警了，会比较吓人。如果有在这附近的人的话，也欢迎来找我玩耍。我们能够把直播挂在这里，然后还有咖啡啊，还是非常棒的。至于中午吃什么，我还没想好。关于氛围编程的事情呢，我最近也有很多思考，但是最近实在是没有什么兴趣说真的开始一个项目。我发现就是你甭管是打游戏也好，还是这个做其他的，比如看电影、写程序也好，你还是要下挺大的决心的。我觉得我现在整个的精神状态被抖音、小红书这种短视频平台吧给搞得非常碎片化，就是很难下决心去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期的事情。这个可能还是需要去调整一下。我看到有10几个朋友在这儿，19个人在这儿看我们的直播，咋没有评论呢？对吧？欢迎发点评论啥的上来。大家对于氛围编程有什么想法，对吧？也欢迎我们来讨论啊，也可以留一点问题，等待会儿江变溜出来，跟他去聊一下这个事情。我也问他一下啊，这个，有没有？真的。现在的氛围编程已经像是早期的这种
AI 的绘画或者 AI 的这个文字处理一样，开始贡献大量的垃圾项目和垃圾代码，然后开始这个去这个什么污染我们的网站，污染我们的各种的 APP Store 了。怎么样？来坐在这儿。Hello，别着急啊，然后你要坐下的话，我需要给你调整一下，需要给你挂一个这个啊，这是我们的江辩同学。然后别着急啊，这个，先需要这样，我看怎么把它换成蓝牙。受群体是多大的？青少年还是成年人？对啊，对啊，然后就有人来问这些问题嘛。等会儿啊，我来看看怎么能够把它挂上去。忘记这件事儿了，等一下啊，我需要稍微调整一下我们的设备。camera 先换成这个，然后我把这个东西。再看看 setting 声音 ，OK 没问题。然后好，我们两个都就位了啊！你看这里效果还是不错的。好的好的。啥是氛围编程？盲猜肯定是跟 AI 相关。是的，现在是我们使用 AI 工具进行这种编程，就叫氛围编程了。但你说氛围这词儿是咋来的呢？就是我们，因为总是感觉不是那么严肃，对吧？对，对，因为我们以前去做各种编程的时候，其实像我们两个都是学计算机的嘛，那你算学自动化的，但是也差异不大了。我是学软件的，我们那个时候学软件的时候，大家强调的是软件工程啊，就这个东西极其严肃，对啊，必须符合工程的这个设置，你才可以往前走，否则的话就会浪费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而你现在使用了氛围这样的一个词来去代替编程的话，一下就把这种按部就班，然后啊这个 by book 这样的东西就给打破了。对，是，所以现在很多使用AI 去做编程这个事情，我们也要专门把它分开，还没有那么严肃，然后离具体的生产环境可能目前还稍微有一点点小差距，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去做氛围编程。然后这个青少年，这个是不是现在也确实有很多青少年在参加？青少年有的，因为我们上一次跟这个探月学校探月学校合作了一下。探月学校呢，他们是一个国际学校，然后他们的办学理念比较新，然后他们也非常支持他们的学生去学最新的技术，去用 AI 去做一些东西出来。是的，然后我也去过他们的那个黑客马拉松，然后做了一次分享。对，然后他们的那些高中生，甚至是初中生，他们用那个 Cursor 来写代码，好吧，用 AI coding 已经非常熟练了。但他们非常好玩，他们分两种极端，一种极端呢就是什么事情都用 AI coding 去写，另外一种呢就是原教旨主义者，就是 OK， 不要跟我谈任何的 AI。我一定要这个是吧？我一定要手搓的。OK， 跟我们那一波还不一样。我们年轻的时候说的什么？我不要用 IDE， 我要用 Vim。对，他们现在不是这样的，他们不管这些，还是说你们都用 AI 写，我不用 AI， 我代码纯手搓。对。
青少年也很多。哎，刚才有人提到那个氛围编程，范老师解释了一下，我觉得我可以再补充一下。最早氛围编程 Web Coding 这个词来源是因为那个叫 AJ， 就是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 Kapasi，然后他发了一个推文，这推文里面说了，就是他现在的一个写产品的一种方式，就是打开 Cursor 或者 OneServe，然后就直接用语音来识别转化成文字，然后来跟那个 Cursor 或者是 OneServe 来交流，用语言告诉他我的需求是什么，然后那个编辑器就会去把代码写出来，然后去做修改，然后他再去帮他去 debug，把返回的结果告诉他你这打错了，然后把这个项目完善出来，这就叫氛围编程。氛围编程的一个主旨就是，把人从编程的主力变成一个人，就是真正的 Copilot， 人他只负责就是把需求讲明白，然后有 bug， 然后那个去帮助他把 bug 给到那个大模型，让大模型去修复 bug， 这个挺好玩的。是的，但我觉得一下好像就发生了一个转换，因为原来呢我们叫 GitHub Copilot， 就是说它是个Copilot， 是一个副驾驶。对。那么现在感觉我是个副驾驶。现在人是副驾驶，因为现在大模型的能力，大语言模型的能力越来越强。对。就是它的代码的能力是现在我肉眼可见的，代码是可以超过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开发者。然后同时呢，它现在也有除了文本的大模型以外，它也有多模态大模型，你就可以把一些产品截图放过去，然后或者是它报错的那个报错，你不用复制，直接把截图说这儿哪个地方有问题。但是这个截图变界面这件事情，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特别好用的。对，截图变界面这个事情的话是有一些难度，但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给他一些时间吧。是。像 Laravel， 像 Laravel 是我还没试过这个东西。对 ，Laravel 好像现在还 Lovat， 我前两天是整了一个邀请码，折腾的还觉得挺好玩的。最近风很大。对 ，Lovat。对。然后 Laravel 是可以自动生成这个界面。然后我前两天试了一下谷歌出的这个叫 S 开头叫 Slate 还叫什么东西，那个丑，就是它生成的界面都奇丑无比，我觉得还不如我自己随手画的。对，这一块的话，像这种你扔一个截图，或者是让它做一个好看的，其实大模型的占比很小，更多的是工程化的一些能力，比如说提前告诉他。就是在产品层面告诉他用什么比较好看的一些框架来实现会比较好一些。是。对。因为我呢有一个朋友，他呢是在新西兰。前两天呢他在 LinkedIn 里头发了一个帖说，我觉得很骄傲，因为我的儿子在苹果的 Swift 这种比赛里头青少年组得奖了。对。他小孩应该现在还没有上大学，还很年轻。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的这个小孩得奖的这个作品是自己写的还是 Cursor 写的？后来他说苹果并不反对 AI 编程，所以这个里面的大部分代码是 Cursor 写的，但是苹果依然把奖发给了他。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所以可能真的是我们新的一代的小孩不需要再去上大学，不需要再去做很多的这种像我们以前这种教育，就可以靠这种氛围编程来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了。而且虽然他们的代码可能现在还没有那么完善，说可以直接发到 App Store 里头就挣钱，就做出个上市公司来，或者是拿到多少轮融资，可能还达不到这一个层次。但是从苹果的角度上说，依然是在鼓励这件事情。他还是希望他自己的应用生态是能够繁荣的，大家人人都可以写应用，所有的人的需求都能在 App Store 得到满足的。是的。这个你给我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吧，因为我也是头一次进到这个里边来。对。我们这一次把活动场地选在了这个全称叫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然后这个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大家可以把它约等于是北京的798，因为他们最早是一个最早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到东方红卫星是吧？
啊，东方红是在这儿造的？东方红就是在这个园区造的。好吧。然后我们这个路口再拐过去，走到头有一个东方红的1:1的这个模型。对，就在那边。然后就在这个厂造的。但是呢，现在的话，这个厂的基本上核心的那个业务已经搬走了。对，现在这个厂被一个那个央企吧，国企还是央企改造了一下。然后就改成了，就我们大家就能看到有咖啡馆，基本上每一家都有咖啡卖，然后白天喝咖啡，晚上就来那个喝啤酒、喝精酿。OK， 这是一个早咖晚酒的一个地方，位置非常好，位置非常好。这个位置在10号线的知春里，出地铁就到了。对，出地铁就到，旁边都是互联网大公司，最近的就是中卫通，就是字节的这个办公的地方，然后再往那边一个方向，就我们面前的那个建筑顶上是仿古建筑的那个楼是京东的。京东的，这原来叫什么酒店来着？叫什么翠什么的一个翠什么酒店？对，翠宫饭店。翠宫饭店，这原来是翠宫饭店，对，后来是被京东花了多少亿买下来了。对，楼顶是那种。那我们给大家看一眼这个楼。看一眼吧。就那个。等，哎，我怎么它没对焦上？但是我手指的地方就是。怎么能够让它对焦到前面去呢？这个不行啊，我们现在还没有研究明白它怎么能够对焦。对，就这个楼。这不行，它都是近处对焦的。这个设备有问题。这个对，翠宫饭店，对，我突然把这名字想起来了。所以位置非常好，非常好。对，我们就在中关村，所以中关村的这些开发者，中关村的，然后如果有周围学校的啊，然后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这儿来找我玩耍。然后我应该吃了午饭，下午应该还在这附近啊。然后，但是下午我们就不会在外边直播了，在里头的话不太适合开直播，因为闹腾。对吧？这个因为下午37度，下午那超热了啊，下午是超热的。对，OK， 然后人不多啊，今天40来个人。大家都在上班呀，都在上班啊，好吧，我在上班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对，没关系。你给我讲一下，就是你们这个也是每周4来做这个事情，是做了第几期了？第7期了啊，第7期了，每周4都在这儿。28已经小2个月啊，小2个月，1个半月了。OK，那你给我讲一讲，说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活动？你是这个活动的整个的组织者？疯狂星期四北京场的。OK， 对，疯狂星期四是一个比较松散的一个品牌吧，最早是肯德基的嘛，我知道。疯狂星期四，然后是杭州的那个涂拉顶和他的几个朋友，然后是想约在一起，约的良渚非常好，我们下次可以去良渚待几天。在哪儿？杭州的良渚。对，是一个最早他们是一个古文化的一个发祥地，就是我们中国特别早期的那个古文化的一个发祥地，然后现在已经被包装成了一个文化园区了。然后那里面就是非常舒服，大家。他们在那边聚在一起，然后固定在星期四，然后就变成了他们的一个固定的一个聚会的活动。OK，我也刚好从字节出来了，所以就是。看他那个活动搞得还挺好的，大家玩的还挺开心。那我也把北京这个场给捡起来。OK， 北京的开发者可以聚在一起，周4，然后一起聊聊怎么 Web coding 啊，怎么去做产品，怎么去搞钱。那你前几次都有多少人呢？我们就相当于流水席了。每一次，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晨起咖啡，这个桌子能坐个8个人，然后就是一天有好几拨人来。但这个桌子每一次都能坐满，一天有20-30人的，20-30人的 ，OK， 对，大家都在玩，认识一些新朋友，还挺好玩的。那非常非常不错。对，那这个你现在准备干什么呢？有没有计划了？离开了字节？短期计划就是歇他一段时间。啊，有钱人。对，真的在字节待过，受过的伤是得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疗愈一下哈。疗愈一下，好吧？是的。我觉得这个。我原来是对于氛围编程，对于 AI 编程还是，蛮热情的啊。但是，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就懒得动了呢？被坑过了，被吹坑了，被坑惨了，应该被坑惨了。那个玩意儿实在是难使，用的我很痛苦。对，因为你们刚开始就是当时字节刚开始出吹的时候，我还雄心满满的，然后我说我要去做这个比赛，要去做什么。然后后来我的观众还问我说：“哎，咱们啥时候做比赛？”
对，我说那玩意儿太难使了。对。然后我还专门去用这个国内版的Tree，就是没有 Cloud 没有这个 GPT 的这些东西，我完全用 DeepSeek 做了一个项目。哎呦，给我痛苦的呀！手搓了一个，实在是太痛苦，恶心到我了。对，所以我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看到这个东西就痛苦。你觉得Tree这个东西后边还有机会吗？我觉得在国内机会还是很大的。对，因为那个谁也上了嘛，阿里也上了嘛，通义灵马啊，通义灵马也上 IDE 了。对，首先这个像这种 IDE 是，我觉得是每一个开发者都有的。然后如果是能够接入这个大模型，不一定非得是帮他从头开始写一个项目，但是帮日常去解决一些日常的一些需求是完全没问题。如果是公司对这块合规没有要求的话，是完全没问题的。然后刚才范老师说国内Tree很坑，我觉得还是大模型的问题。大模型的问题的话，是就是代码的 SOTA 大模型还是得靠那 Cloud， 现在是 Cloud 4 Gemini 2.5，我觉得也可以使了。对，这个是SOTA 大模型。DeepSeek R1 的0528的话，据说很好，但是我现在还没有鼓起勇气来把它挂上跑，因为上一次被 DeepSeek R1 现在应该叫0120的那个早期版本给坑惨了。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条件 OK 的话，可以还是用Cloud 这种行业SOTA大模型。对，我们当然会给国内大模型的发展机会，那个预期嘛。对，但我觉得从编程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如果你说我现在想去做一个程序员，想去编程，想靠代码层面去解决一些问题的话，你说我不会玩梯子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说不过去的。这是基本功。基本功，对。对。所以我真不认为说，在这件事情上，国内的这些甭管是豆包 1.5 Pro Thinking， 还是说千问3这些 coding 的模型，或者 DeepSeek R1 这些模型，有一个被保护起来的小空间可以自己发展，我觉得这里是没有的。我觉得不是被保护，而是说那个国外的大模型对于国内是处于针对的状态，不让国内用，不是说我们不能用。这个反正也是相互之间吧。对，很恶心。就是我们也不给他发证，对他也不让我们去，他也不让我们用。对，相互之间都要合规嘛。对，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要去写程序的话，咱们还是好好的去这个用最新的最好的啊。刚才我看有人讲说这个 Tree 里边的 Cloud 也很坑，对吧？不是模型的问题，是 Tree 的工程能力太差。我同意啊，我绝对同意。Tree 的这个工程能力呢，其实在这块有2个地方显得非常非常差。第一个呢是它让我们排队啊，就是你如果想靠免费拉大家进来使呢，你就别让我排队。你又让免费让大家使，然后呢，你还动不动就是排20个人，这个事儿实在是很二。然后呢，你又舍不得花钱。然后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同样是使用 Cloud 3.5 大模型或者 Cloud 3.7 大模型，它的工作状态要比这个，比如 Rucode 呀，比这个叫 Client 什么这些东西要差非常远，比 Cursor 差非常远。就是它在里面做的这种。我觉得叫系统提示词吧，或者叫提示词工程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懒。因为它经常是改完代码以后里头还有错呢，说我改完了。这个在 Rucode 里头或者是在 Cursor 里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它如果修改完了代码发现里头有错的话，它会继续把这个 agent 跑下去。说我发现有错了，然后我又怎么样，接着往下改。这块的话还是非常差的，而且特别是在后面 MCP 进来以后，对吧？我觉得这个叫做什么呢？甭管是 Cursor 还是 Rucode， 就是有特别长足的进步。因为他们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事情，挂搜索。因为我们写程序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引用失败。比如说我要引用一个包，然后结果那个包的这个它的版本有问题啊，或者引用进来以后它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不同的版本之间的这个函数名变了呀，参数变了呀，
这个呢，在原来他们是解决不了的，等于你引入搜索以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对，你现在经常是引用一个包不对，然后不对了以后很简单，直接找他那个包的那个网页把它读一遍就完了呗。对，人就是这么解决问题嘛。对，但是这个我觉得Tree还是差的稍微有一点点远。对，最新的，因为训练数据还是因为底层大模型。它有训练周期的，我觉得不是底层大模型的问题，我觉得Tree的核心问题是Tree的团队有问题，就是Tree的团队一点都没有字节的这种卷，按部就班的在完成任务，说你给我多少任务，我就给你完成多少，就好像是在解决 KPI 似的，他们一点热情都没有那感觉。这个是你去做一个创业项目或者说创始项目完全不可接受的。像我们以前做投资的时候，一旦发现创始团队是这样的工作态度的话，肯定掉头就走。而Tree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在Tree刚发布的时候，对吧？这个当时是有一些新的模型上来，结果Tree就老老实实的去休假了。对吧？然后一定要等休假完了以后 ，DeepSeek R1 发布的那一不是，它是还不是 R1，它当时是 DeepSeek V3 的0几来着，反正有一个03几的一个版本发布。然后呢，别人都是快速的就上来了，像什么 Cursor 啊，什么都马上就更新了。然后Tree自己没更新。我说这种事情呢，就是你比如说对于欧美大厂来说吧。真正的大厂作品，特别是微软这样的大厂作品呢，他们会干这种事情，该休假就休假，对吧？绝不加班。但是呢，对于欧美的这种创业作品，比如说像 Cursor，像 Rucode，他们绝对会加班，绝对会熬夜，然后绝对会把这东西搞定。字节呢，原来我们对它的期待是应该加班熬夜，第一时间搞定的，结果呢，Tree上来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更新节奏。我一看这个更新节奏，我就知道这产品是废掉的。就是当时我的判断就是这个产品没机会。是因为它这个怎么说呢？当时我去你们开发布会的时候，也从上上下下见了好多人嘛。然后我发现这个里面真的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啊，这个人管这一段，那个人管那一段，然后谁跟谁之间都是觉得这个我们自己把事情搞定，我讨厌跟他们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当你到了一个大公司里头。完完全全进入这样的一个相互割裂的状态的话，就算你原来的创始团队还是有一点想拼搏的这个精神，也不可能成功。再加上本身就是一个这个拿钱完成任务的一个团队的话，就更做不出来了。你的感觉呢？我的感觉，反正你也出来了。你让我一个刚从字节或者刚从这个。掘金和Tree团队出来一个多月的人来说，我听得瑟瑟发抖，感觉你的，然后其实范老师说的，我从内部视角来看的话，首先第一个那个版本迭代的问题是，接入最新的大模型，对，现在的话是像那个 Cloud 4一发布，立马就接入了，还是比 Rucode 慢。比Rucode慢，对，然后可能它还有一些测试的，另外一个就是确实这个团队有一些问题，但是绝对不是因为不够卷，不是因为不够卷，太卷，卷到不行。但我觉得你们可能现在卷了一些很奇怪的乱七八糟的方向，不是他们，他们对，就是他们卷了一些很奇怪的方向，比如说内部流程啊，什么合规化呀，卷了一堆这样的事情。对，确实，因为最近不号称是字节把什么下午茶取消了，然后要求什么出差怎么样，然后出了一大堆这样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公司开始一旦走这条路的话，就相当于是叫做不挣钱的部门，或者说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职能部门的权限超越了挣钱的真正的这个干活的部门。就是一旦走到这条路的话，就是这个公司就开始进入大公司模式了，对吧？还有就是各个部门之间割裂，然后呢，小团体利益超越了这种叫做一盘大棋的时候啊，这个基本上就按部就班往前走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字节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一开始的冲劲儿了。
好，我们看看弹幕，我看看都在说什么啊。现在人少没关系，总的来说就是啊，架构只能和 AI 讨论，不能 AI 做主。这个架构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去商量的啊，因为最近我看到几个案例都是说，他们用 AI 做出来的项目，然后直接上线了，就分分钟被黑客干掉了。所以呢，有很多东西现在可能还是 AI agent 本身设计的有问题。你比如说吧，像我们要写一个网站，我们肯定会知道说，哎，你要把一些安全的东西给我搞定，不能有什么 SQL 注入啊，不能有什么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个事情你不去跟 AI 提的时候 ，AI 不会想起来干这事儿的。所以肯定上来以后第一时间就被黑客处理掉了。然后呢，你如果 AI 一上来就想着这些事情的话，你对于很多的这种叫做，比如说中学生程序员来说又非常的不友好。所以呢，这是个很矛盾的事情，就是架构的问题。对，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那个像 Cursor Rules 这种的，就是在最底层的 System Prompt 的阶段就告诉他你要考虑到哪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法。最终的解决方法的话，可能还是类似于像，那个东西叫 Vercel 还是叫什么 Vercle 那个东西 Vercel 可能是类似于这种东西，就是叫自主的可以进行简单部署的一个平台，就是呢，它会帮我们把一些这个底层的问题直接解决掉了。你就不要把这事再来烦我，我把这东西部署到那上头以后，什么安全问题啊，什么架构问题啊，什么并发问题啊，这个效率问题啊，你给我解决完了，对吧？就是你让我去把精力直接放在上层的这个逻辑问题就可以了。对。然后底层的这些低端问题呢，咱们用一个标准的方式解决掉。因为我最近去玩那个 AppWrite，AppWrite 现在做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像 Vercel 一样。给你做了一个这个 hosting 的东西，就是你可以自己把这种比如说 Next.js 啊，或者是 Flutter 的这个 Web 的部分啊，直接部署到我这儿，然后我替你解决剩下的东西，什么登录啊，什么它就是这种叫Backend as a Service 嘛，就是这种BaaS 的东西，什么数据库存储啊，什么这个各种的内容存储啊，什么我都给你搞定，对，什么登录啊我都给你搞定。对吧？然后你就其他都不用管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还是需要一些这种 hosting 的东西在里头，帮我们把这些东西解决掉。我现在就是在 Vercel 上面去做就是服务的部署，对，然后像接入一些比如说用户系统啊，是，然后一些存储啊，就用 Supabase。Supabase 啊 ，Supabase 是一个做所有的是绝大部分的产品是 OK 的。然后有人说 Trade 一个终端运行多个命令冲突以后报代码错误，然后一直在那儿改，一直在那儿排队。对，这个我也遇到过，他妈烦死我了。对，现在Trade 前段时间也没有，就上周更新的那个付费版本，付费版本就不用排队了，但得花钱。对，但是好像说花了钱接着排。接着排吗？接着排，对，好吧，那就很惨了。对，然后依赖包的问题几乎完全相信 AI 了。context 足够大，现在就是它还是要搜索，你不搜索的话，你相信它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我前一段时间自己写了一个依赖包扔上去，就是 Flutter 的依赖包，然后发现呢还是搞不定，因为我新写的嘛，它肯定是很新的，它的那个肯定是没有训练过的。但是后来加上这个搜索，就是加上 agent 以后呢，它就可以搞定这件事情，就是读我写的这个 readme 文件，然后最后把它搞定了。就是我同意这个评论的露露同学说的，就是你的上下文要足够大，你要给他足够的信息，是，他才会知道问题出来了。对，但我觉得范老师你说的那个，就是最新的那些文档那些，还是属于一个比较边界的 case。就是大部分的业务基本上线上的一些老的包都基本上差不多能解决了。因为新的功能你不一定能用得上。这个还真不一定，因为呢，就是当你，特别是这种叫新手程序员吧，他们喜欢挂一大堆包。这个像越是老程序员呢，在挂包的时候呢，越谨慎，就挂那个稳定的，而且呢是尽可能要少挂。
对吧？这个但是越是新手呢，越喜欢花里胡哨的挂一大堆。对。所以在他们来说呢，他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包之间的相互依赖锁定的问题。而且他们喜欢是有新的不挂旧的。只要是有最新的啊，有一个最新的，我一定要去挂新的。对吧？那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就最简单的方式还是去读这些这个 README，是最省事儿的。对。然后呢，像我有时候，比如说挂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包，是为什么？因为它有时候那个包里有错，然后呢，我会去到那个 GitHub 上去提 issue， 提完了以后呢，他就给我把那 issue 改了，升了一个版本，所以我只能是使那个最新的。对，你这个是很正常的，特别是我们现在挂包的一个核心的诉求，要么就是挂 MCP，或者是挂一些 API，或者呢是挂这种叫做新的大模型，所以你一定是挂最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靠这个原来的这种 context 就完全没法整。那确实范老师玩的都是一些最新的东西了。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去做这种就是 AI 辅助编程的话，你去实现传统功能是没有意义的。传统功能的话，有人做过了，你就不要再重做。对，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我把最后1公里把这个 AI 最后完成的差那么一点点的东西给它弥补上，就完事儿了。所以一定是使最新的。是，确实。对这个。那你现在比如说有很多人过来谈钱呀，谈这个什么的，那他们有没有什么想谈的东西呢？可以来参与我们来一起谈一谈的，或者说来愿意说，哎，我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谁谁谁，我为什么做这个氛围编程，我想来他做点什么，然后这个有点什么想法，有没有人愿意出个镜跟我们玩耍一下的？你说现在我们对呀，对，他们在里头干活，反正我们就把他们拎出来说来。就是现在是这样，就是早上大家更多的是干活呢，但是下午会很热呀，下午就聊起来了。对，下午的话就是像我们上一期来了是一个歌飞的朋友们那社群里面来了一个做投放的，然后他就过来分享，就帮我们现场去看投放账号，去优化投放了。是，特别好玩，也学到一些新东西。对。然后这比较随机的，让大家来的话，刚才范老师说，就是来这儿的人，首先，因为他们都是独立开发者，可能自己在家写，或者是在别的咖啡馆里面待着，一个人可能缺少一些，也比较无聊，对，无聊。您写完，毕竟写代码是占少部分的，对，当然想跟大家交流一下，看看，就是线下见面是这种感觉，是线上你去聊天无法替代。对，还是要。就是人这个东西虽然有了 AI， 但我们依然是社会性动物，还是要碰撞的。对。然后我也是在家待了好久，然后觉得好无聊了，然后就跑出来了。对，一定要出来跟大家见面，聊一聊，这样是比较，就是心理上也很舒服的。是。其实你要真想聊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就是简单的一个聊天也聊不出来特别。没有，其实我很关心，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要来做这个事情，然后。他们对这个事情的预期或者什么是什么，对吧？然后也可以请这个咖啡馆的老板出来扯个蛋什么的，对吧？我们占人地儿，对吧？然后把他叫出来，然后我们问问他为啥在这儿开个咖啡馆。对，老板应该下午在。下午在哈。下午可能在。对。那下午的，然后我们待会儿下午再开啊。也不是排队的问题，是对这个是定义。Tree 自己的，我觉得它整个的这个系统提示词库就很烂，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现在的话也在讲说，这个 Cloud 之所以好用，是因为有一个巨大的系统提示词库。对。GPT 的系统提示词库大概只有几千条，然后 Cloud 的系统提示词库大概有几万条。就是它非常非常多的系统提示词库进来以后呢，我记得原来那个Cloud 的创始人也讲过这个问题。说你现在再去跑各种评测、各种评分，其实没什么意义。就是你就相当于你现在去出去招人，一个清华的，一个北大的，再加上什么 MIT 的、什么这个斯坦福的这些毕业生，然后给你一大堆简历，你真招进来，你说就真的是按照这个 QS 排名说这个人就这么好使吗？肯定不是的，对吧？最后还是说这个人的个性、这个人的性格、这个人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凑在一起。对吧？才能说有合得来、合不来的这个情况。是，而这些东西的话，其实就是这个系统提示词库来去造成的。
所以现在我们经常看到说，哎呀，这个通义千问的这个刷分排名提高到多少了？然后那个 DeepSeek R1的这个0528，然后刷分提高到多少了？这个 GPT 的，比如 O3，因为今天是 O3 Pro， 昨天晚上吧 ，O3 Pro 开始给$200的人用了，对吧？然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这个，对于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我记得我们讲这样的一个话吧，就是以前，惠普在中国的一个 CEO 他讲的，他说我们面试的是什么人？说我们面试的是一个以后每天中午陪我们一块陪我们吃午饭的人，而不是说真正帮你去干活、帮你去解决问题的人。你得看着顺眼，然后一块跟他吃饭的时候不觉得倒胃口，对吧？你要面试这样的一个人进来，而不是说你去刷个分，然后让他排个名，然后就可以决定说，我们要面试一个什么样的人进来，这个还是有蛮大差异的。然后啊，有没有玩过NLLB 2000这个模型啊？这个做流式翻译的啊，这个还没玩过，你玩过吗？我看看 NLLB 2000，这个没做过，没玩过啊，这个没有玩过。翻译，我现在翻译完全就是用一句 prompt 就让它翻了。我现在翻译基本上是 Gemini 2.5 Flash， 对，就找一个稍微轻一点的模型，特别快，对，又便宜，对。这是真的在咖啡馆里，对啊，是真的咖啡馆。你看后边还有人走来走去的，这个是真背景，对，挺好的。说你摄像头细化做得好。这个是大疆 Action 5 Pro， 对，我还一直想拉着你去跟我玩无人机呢。无人机哦，我买了个无人机，可好玩了。无人机，我对无人机有心理阴影。我创业的时候那段时间摔了几个？不是摔了，就是我们去一个活动上面。然后活动主办方带了一个无人机，然后他去碰那无人机，导致那无人机一动，把他的鼻子削出血了。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啊，我就印象特别深刻，所以我对无人机是有心理有点害怕的。其实还好。然后我那时候我有一个合伙人，有人送了他一个无人机，他自己我去楼下去放飞，结果飞飘了。那还是大疆特别早期的版本，他那没有地址围栏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地址围栏，在北京3环内是可以。海淀那应该是3、4环之间可以飞，对，对，可以。下次我们可以玩玩，找个空旷的地方。是啊，那是不是北京这个5环内不能玩是吧？6环之内也不能玩，那我们得去很远地方。对，要很远啊。这个面试很多都是看眼缘吧？是的，我记得我当时看那个谷歌原来有一本书叫《重新发明公司》，那个里边专门讲说谷歌怎么面试。对，说这个人呢，基本上是面试的前5分钟，你就已经决定要不要这人了。然后后边的30分钟呢，都是在不断的强化自己的这个心理暗示，说我找补，说我一定要或者一定不要，是不是干这件事情？对，是的，面多了就会这种感觉就非常强烈了。对，因为咱俩是经历过的，当时你是我面进来的。对，是。哎，这个人不是很讨人嫌，要不给他个机会试试。这小伙子还不错。对，是，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上午人不是很多啊，然后下午的话，咱们这样，就是如果外边的天气还允许我们坐在外边扯淡，我们就接着扯淡；如果37度的话，我们就还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就不要整这个事儿了，对吧？然后这个。下午可能你们里头是可以聊天讨论的，是吧？可以的。那只要不吵着大家就行。对，你比如说以我们现在这个音量，我把这个摄像头支起来会有问题吗？把摄像头支起来，就是如果我觉得范老师的嗓门是挺大的。是的，这个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之所以上午跑到外面来，第一个是外面坐着也比较舒服，第二个就是还是稍微礼貌一点点。对。其实我是特别希望了解一下他们都在拿这个东西干什么，对，然后想拿这个东西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好玩的一个事情。要不我把我们对再叫一个人，叫一个人来出来聊聊。对，我们聊完了以后，哎，你们中午怎么吃饭？我们今天准备就在这个店里面吃了。那店里吃哈。咱们店里能够供应的就是三明治。对，三明治可以。基本上都是一些白人饭。你这离白人饭差远了。
我摇一下人，摇一下人。你看我们聊到现在才50个人，哎呀，这个你这不行啊，你这个还是我不行。你像我一般正常的就是，你这是晚上直播呀？晚上直播，对，大家都比较闲了。正常晚上直播的话，聊了40多分钟，怎么着应该有200人了。对，现在看直播的，要么就是在摸鱼，要么就是没在上班。不，因为我这个是全世界哪儿人都有。哦，现在我看看啊，我看看海外时区。海外时区，但是那个哪儿应该是在、现在硅谷是9点10分不到，对，纽约是12点，所以他们不一定，澳大利亚呀什么这些地方还是 OK 的，对。现在硅谷的晚上时间，大家都已经开车回家了，是吃午饭。硅谷的人打个招呼。没有，今天这50个人，我估计就，人就会比较分散了，对，挺好玩的。好，挺好玩，对，摇人，然后那你。这个准备是后面创业啊？先玩一下吧，因为我几个月再说哈。对于这一块，我觉得那个独立开发者这个，就我坚信的一个未来是这样的，就是随着 AI 大模型的能力的提升，大家做项目的这个速度和效率会越来越快，能够非常快的把每一个人的这种创业的想法啊、项目啊快速落地，然后。后面的话，像这种艺人公司或者独立开发者是逐步的去蚕食掉这种中小型企业的，对。然后我也非常期望看到就是能出现这种一个人的独角兽的出现，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就是去跟这些。但是现在整个的创投都不是特别热，对，对，现在的创投，Hello。阿林，对，我们可以让阿林来聊一聊。再弄个阿林坐这儿吧，阿林坐中间。然后你需要把麦克给他。来，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做什么？然后做一个。对，说我们为什么来去参加这个活动。这个是加注，或者这样，把它里头这个，它里头是个磁铁。有磁铁是吧？对，把这磁铁抠下来。哇，这使劲用力，对。你摁它了，对，你不要摁它。没事，给我再摁它一下啊。这个东西好像是摁这个的 YouTube 哦，海外平台。对，在海外平台。大胆聊吧，有点酷。对，大胆聊。对，这是老范讲故事的平台。对，这个平台叫老范讲故事。然后呢，我是已经做了4年了。然后我们2个原来是老同事啊。然后他说现在开始做这个叫做。氛围编程，然后呢，正好今天我也没什么事情，就跑出来这个凑热闹，然后跟你们这儿来做氛围组来了，对吧？这个是不是跟星巴克氛围组有点像的感觉？大概是提氛围来啊，对，提氛围了。你看我这麦克，然后这个大疆啊，氛围还是足够的吧？对，那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我叫阿林，对，然后现在的话是一名独立开发者，也是一名创业者，然后再做一些这种 SaaS 产品，再做一些这种 AI 相关的这些 SaaS 产品。对，大概。OK， 是一个什么样的 SaaS 产品呢？我现在最近在探索的话，是一个 AI 图片站的一个 SaaS 产品。AI 图片站 ，OK。但是类似这样的东西，比如说 Lab 呀，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类似的 AI 图片聚集的站还是蛮多的，稍微给我介绍一下。对，就是因为很多，所以我会觉得这方面的话，它就是市场是已经被验证过的。对，所以我作为这种独立个体去做这种会是比较好的。然后我最近在看的一个比较好的这种2个站的话，一个是 getimage.ai， 就 getimg.ai，然后另一个是这个。就是深圳那边彪哥他们一个团队做的一个 Polo.ai， 这个也是 AI， 对，这2个是现在。他们主要是做什么方向的？因为我可能看图看的多的，比如说像 Lab， 然后原来还有那个一个 C 开头的那个，就是最早的去做这个 LoRa 库聚集的那个，叫 Civi 什么点 AI， 我忘了那个名字，因为后来他经常不让我上去。是那个 character.ai 吗？还是好像是我忘记了。C.ai 可能。对 C.ai 对，然后剩下就是 midjourney.com 啊，对。然后现在可能上的多一点的极梦上的多一点了。对，极梦它是又有图片又有视频嘛。
有图片有视频，然后可伶我上的很少，因为可伶实在太抠。就是你想让他给你做个视频的话，马上得等巨久。对，然后现在这2个产品的话，其实也都就是，就是 Get-Image 点 AI， 它可能主要的，你看它名字会有那个 IMG 嘛，就是有图片嘛，所以它其实图片会多一点。Polo 点 AI 这个就是属于那种一站式的这种图像呀、纹身图啊，或者说是图生图啊，或者说生视频的这种。但是你比如说像这种的话，我现在看的类似这种图片聚集的站，小红书看的最多。对，如果是国内宣传的话，那肯定小红书这个也是现在可能作为营销的一个主要点。是，对，因为你觉得你加入到这边这种氛围编程，对于你来说有什么帮助，或者说你觉得你想在这里得到什么？对我来说的帮助的话，就是，首先我来北京时间不长 ，OK， 就是我是去年7月多，才来了北京，所以其实那也快1年了。对，快1年了，但是就是说我其实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个这种人脉圈子嘛，其实就是交流会比较少，就是去找朋友啊这边什么的。我现在这边没有什么这种人的积累，所以其实来这边一个比较好处的话，就是让我在就是除了在家办公之外，比如咖啡馆办公，就正常的星巴克或者说是正常那种咖啡馆办公的话，其实你是不太会说，我过来有个人，我来跟他聊会儿啥的。OK， 他也不会是类似碰撞一下。OK， 对。来这边就是收获的话，就是能找到人，以志同道合人来交流一下。了解，这个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对，那你去过那哪儿了吗？昆仑巢？去过。之前其实也聊过。对，之前其实场地的地方会往那边跑，昆仑巢那边跑。是我有时候也会去昆仑巢。对，昆仑巢那边就感觉，确实就是速递那边从可口咖啡之后，现在可能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创业者的这种氛围啊，很多时候取决于说当在地的这个主理人。你的能把这个氛围搞起来，其实那边是，对，昆仑巢那边也是这种创业氛围，有一点点吧，有一点点，对。但是昆仑巢的话，现在的状态其实跟原来的车库咖啡的状态已经差异很大了。对，我是在车库咖啡刚挂牌的时候在那儿折腾了很久，然后当时也是跟他们主持各种创业活动，我大概在那儿做了接近100场的主持人，这么多，对。当时什么 IT 龙门阵啊，什么各种的主持人都说，对，这个 OK，那你介不介意，比如说我们去做一场这样的这种，比如说就像类似于投资人的这种面试，这种访谈，就是比如说我会给你提一些比较苛刻的问题，虽然我现在不做投资了，我以前是做投资的，但是呢，可能会对于你来说会形成一些，算是帮你做个演练吧。理解，就比如说你这个东西能不能赚钱，你的商业模式是怎么样，或者类似的，会比这个可能还要再难一些，更苛刻的是吧？对，会比这个再难一些，因为，像我原来做投项目的啊，这个江变原来是我的那个同事，就是我原来是猎豹移动的投资总监啊，对，当时江变是我面试进的猎豹移动。对，我们是那个在这个圈子里头这个混了很久的一个小组合啊，然后那个后来我也是大概投了有可能不到100个项目吧，不到100个项目，但是后来实在是融不到钱了，因为我们也不是自己花钱去投项目，都是融钱去投项目，后来实在是融钱融得很困难。我就出来做自媒体了，做了4年自媒体，对，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套活我还是很熟练的，啊，跟我去聊一聊的话，未必能够帮你找到投资，但是呢，你会知道一些怎么跟这些投资人去沟通的一个过程啊，我们也给这个线上的65个人啊，这儿有数65个人，给他们演示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这些人可能坐在全世界各地，对，那么。首先，你可能要去告诉我说你想做的到底是什么，因为呢，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案子基本上是分几个过程的啊，几个模块。第一个是，我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然后第二个呢是我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第三个呢是为什么我能解决这个问题，别人解决不了，第四个呢是我打算花多少钱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最后能挣多少钱。所以我希望你按照这个结构来给我描述一下你的案子。
其实刚才说这投资人这个逻辑啊，其实我还是想讲一下，其实我比如说我现在做产品的思路啊，没问题。其实可能会不倾向于说去拿投资，或者说我现在做的这个产品其实都咱们先不研究这个，对，就不研究就先聊这个产品嘛，产品本身。对这个产品本身的话是，首先它其实并没有解决什么太多的问题，或者说我这个产品其实没有什么商业壁垒。它因为我自己现在做产品的逻辑其实不是说做什么高大上的产品，或者说做个美团、做个抖音出来，我其实做不到。我作为一个独立开发者，我做不到。那我只能是说在已有的这种市场就已经被验证过的，比如说 AI 图片生成这一个逻辑，我只想说在这一块分到属于我的那么一小块，甚至说这个万亿市场我可能分到那么1万，或者说分到那么千万分之一，或者说万分之一的。哪一块是你的呢？对，这个逻辑反正就是从这一块来。但具体说你说我这个东西就是能解决什么问题，它可能还是就是看到了有这么一块市场嘛，那我可能去做一下，然后来通过这种用户订阅啊，就是 AI 现在的 AI 产品嘛，就是从第一天就是开始收费盈利，而不是说可能就去通过这种营销，通过这种去烧钱的方式去拉用户。我可能第一天想要的就是说去找这种精准流量，然后来去产生收入，因为我自己相当于是低成本创业嘛，所以说 OK 对这样的一个方式 OK。 但是你还没有告诉我说哪一块是你的用户。就是普通的想要体验 AI 来生成图片的这种吧，比如内容创作者，比如说是想体验尝鲜 AI 功能的这种。那比如说你的产品里头是有这个Stable Diffusion还是 Flux 还是谁的这种模型，然后算力是谁的，算力成本是怎么支付的？这块的话就是一般的话，我前期的话会像最开始的话就会集成现在比较火的像 Flux 啊GPT-4o 啊这些模型都会集成我本身其实不做模型，就是做这种token 经销商嘛，就是卖这种模型中间对卖 token 嘛，那中间反正就是其实是做的也是 AI 套壳的这个意思嘛，反正就是多家资源整合起来，只是说我最终做的是这种 AI 应用。对，那你的 token 是谁来支付的呢？是你的客户要花钱去买吗？我的 token 最终是我去支付，然后我的用户的话，在我这个平台相当于说进行订阅。那就是还是他花了钱了吗？对，其实还是用户花的钱。OK，了解。那这样的话，其实跟很多类似的这种产品，包括可伶啊，包括极梦啊什么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呢？没有任何差异，我可以说。OK， 我可以说没有任何差异。主要是主要还是说这种市场是已经验证过的，所以我想去做，但我并没有说我那是个纯红海啊。对。那你觉得你做这个事情最终能得到什么呢？就是你这么讲吧，就是别人为什么要花钱订阅你的？就是 AI 为本这个逻辑的话，就是实际上可能占的还是一些信息差。比如说我可能通过搜索引擎去搞一些流量，或者说是一些海外的一些地方，可能对，就是别人搜索它能够通过一些我打一些关键词，能够从那边过来。SEO 对于这些东西你有独到之处吗？其实并没有。OK， 对，就是我要去打那种，比如说他可能80多个人团队，或者说别人已经沉淀很久的东西，我做不到。但是我只能做的是就是那种大公司大厂，其实说白了就是从他们那种牙缝中可能挤一点东西出来，剩下的一点这种收益就可以了。这个问题是这样啊，就是你最终是第一个，你跟所有大厂你没有任何的竞争优势。对。第二个呢，可能现在有个别的人在这里说我看到了啊，就是很偶然，比如瞎猫碰到死耗子，我就撞到你这儿了。对。然后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没有忠诚度。然后等别人说我这儿发优惠券的时候呢，就直接跑掉了。对，就是每一次发优惠券，每一次刷的时候就刷的是你。你可能没有用户的时候，人家懒得刷你；你有用户的时候，甚至专门会有人这个注册你的账号进来，然后去洗你的用户。所以对于你来说，这个事情，就是你可能还需要重新思考一下，说我最后能够留下什么。就是说，你虽然说我现在可能觉得挺好玩的，别人验证过了，这个可能能够很零碎的做出一点点用户来，但是你还是要想说我最终会得到什么东西。因为我给你举一个这样的案例吧，就是
在做团购的时候，咱们一开始做的是百团大战、千团大战，对，然后呢，最后剩下的实际上就是美团点评和这个极个别的几个吧。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百团、千团以后，最终的结果大概是分3类。第一类呢，就是叫胜出，比如美团叫胜出。第二类呢，叫有一些有价值的积累，这种人呢会被收购。就是美团，比如说，哎，我今天要到某一个小城市拓展，发现这个本地有一个做特好的，我再重新拓展一遍很累，我干脆把它买下来完事儿了。虽然收购的价格很低，但是呢，也算是有个结果。对于投资人来说呢，这个投出来的钱，至少收回本金和利息了。对，虽然没有这个几倍的回报吧，但是不亏。然后呢，第3类呢，就是这个什么都没剩，所以呢，就是最终。甭管是我们经历过广告市场的这种爆发和收束，我们经历过团购市场的爆发收束，我们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市场的爆发和收束，都是说，哎，大家觉得这事儿可以一起上，然后呢，最终基本上就这3种结果，就是最终的胜出者，然后呢，这个有价值的可被收购者，和最后这个什么都不剩的人。对于投资人来说呢，我们肯定都希望说投中最后的胜出者，对吧？那肯定是会出去找，然后找的时候呢，我们至少要投中有价值的剩余者，让自己投的钱别亏掉。然后呢，最不希望投中的是这个最后啥都没剩的这些人，所以呢，我们出去筛选的时候一定会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去找。理解，你理解了吧？逻辑肯定理解嘛。对，所以从你的角度上来说呢，我相信虽然你现在告诉我说我不想要钱，因为我见过很多的创业者上来都告诉不想要钱，但是没有一个不想要的，对吧？没有一个人说我就是雷锋，我就是没这个有钱没事干，我就是愿意这个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这种人呢，也有人这么跟我们讲，但是表演成分居多，理解，对吧？但是我不认为你希望自己成为最后什么都没剩的那个人。那你就要去告诉我说，你怎么能够在这3类里头能够成为前2类人，或者说我怎么能够成为第1类的人？或者说我其实想讲一下，就是我现在在做的这种独立开发的事情，其实，我开始说了不想要钱，说的是不想要通过投资去拿钱，因为我想要做的这种产品，它是直接从用户拿钱，就是我想要的是第一天就直接从用户这边，这个其实直接从用户拿钱这个事儿是个伪需求，是个伪命题，是假的，不要想这个事儿，不可能的。OpenAI 到现在也没挣着钱，每年妈亏的钱都是海的，然后包括 Cloud， 包括这个 Stable Diffusion 里的还有我以前的一个同事，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是看着这些人都是跟你讲故事呢，都是扯淡的。现在所有能够说我能够在第一天就挣到钱的人都是什么人？都是做灰产的。但是我觉得有点大厂逻辑和就是说，成本的问题，因为比如说 OpenAI 他们那种，给员工发工资，或者说营销，或者说大模型的产出，你要烧模型吧，对，你投入其实都很高。对啊。那其实像我这种做应用，或者说这份创业，我的成本，首先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人力。这个呢，就是真的是人无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你做规规矩矩的事情，你就不可能打平。因为可能说有点难，这个就是商永远在增加，不可能减少。永动机这件事儿是不存在的。之所以有些人上来说我第一时间就挣到钱了，那么这些人一定是掌握一些这个不是那么合规的事情。你比如说像原来那个号称中国 AI 教父那个李什么那个孩子，李一舟是吧？李一舟，对吧？他实际上出来割的是韭菜，他做的是智商税，他是可以干这种事情的。而且他其实前面也是有巨大的启动资金，他也是花了钱去做了流量投放，花了钱去做这个课程整理，然后才能出来去做人物包装，然后才能去挣这笔钱。也不是说我就自然增长就出来了，没有这个，对吧？你千万不要觉得我自己就可以把这个事儿搞定，这事儿不可能的。主要是因为我其实在前2个月尝试过一个产品，做到了一点，就是说我自己这方面的一些尝试，所以我后面现在就是在相当于把之前的一个细分垂直领域的市场，现在做的更通用一点，然后说想集中发力去做这个另外的这个事情。对，是的，
这个因为我以前见过一些类似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小团队就可以挣到一点钱的这种项目。对，我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跨境电商，就是把中国东西往国外卖。对，你去开这个亚马逊店，开这种东西，然后呢，这个其实是很容易挣到钱的，挣到一点点钱。对，这个在2020年疫情之前会很容易一点。对，是。然后呢，当时我们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看这样的团队，我们也去投资这样的项目，去衡量这种标准。衡量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年的销售额够不够1亿人民币。这为什么会给他定这样的一个衡量标准呢？就是如果你不够，就说明你压根没摸到门，而且你整个团队的抗风险能力基本上等于0。因为我们见过非常多的团队说，哎呀，我觉得我挣到钱了，我也摸到门路了，我一年挣了这个7、8千万人民币的这种销售额，对，然后呢，收入的话可能也有个20%多的收入，或者有时候有10%以的收入，也挺挣钱的，而且就是1、2个人、2、3个人啊，我就把整个东西跑通了，啊，这个我觉得很开心。但是这种团队呢，你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什么事儿，比如说你把货运到德国了，然后德国比如说港口工人罢工。你遇到了这么个事儿，那直接就倾家荡产，就啥也不剩。对，或者你比如说你把这个货运到这个南美了，运到阿根廷了，然后你遇到阿根廷，比如说这个汇率波动，然后一下那个阿根廷他们是叫比索还是什么玩意儿，一下变得不值钱了，你把货卖了，然后他妈回来以后亏了一点，把亏了的钱就直接倾家荡产，就是什么也不剩，这个团队就解散了。就是我们当时遇到过好多这样的人，就是你跨不过这个坎儿。你就不能认为你会挣钱了，或者说你闹明白这件事情了，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很小范围的这种，盈利领域吧，它都会有这样的这种叫陷阱，我们管它叫陷阱，就是你觉得我挣到钱了，但是呢，你又没有摸到它的真正的本质。当你真正想要去扩大你的商业模式的时候，就一把就废了。对，这是个问题。对，像我们以前遇到过，比如日本创业者、台湾创业者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当时我们管他告诉他们叫日本市场有毒，台湾市场更有毒。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台湾你去做创业的时候，你非常容易就挣到钱了，因为它整个的市场环境特别好，然后大家也有钱，也愿意支付。你随便做点什么东西，说来你订阅一下啊，付个点钱，大家就很开心就付了。但是你说，哎，你现在要去走出台湾市场了，因为台湾就2000多万人。对吧？你这个台湾是2000多万人，3000万人，反正就没多少人吧，人口很少，对吧？你说我现在想要这个更大的市场，我想要挣更多的钱，那一下就不行了，因为它的商业模式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它整个的市场的模式跟别人不一样。理解。你只要一走出台湾市场，直接就死，对吧？所以我们说这叫有毒的市场。所以呢，你可能前头说，哎，我尝试了一下，说这事儿挣到一点点钱，然后我觉得可能行，然后我想朝这个方向接着往前走，那我现在要告诉你这事儿不行。对吧？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今儿来参加他们的活动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以前的生活就是每天找这些想创业的人去聊天，然后他们告诉我啊，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然后我干的最主要的工作其实不是投他们，而是给他们泼冷水，这点其实让他们重新去思考一下自己的商业模式。对，这点其实挺好的。是。我其实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就比如说真的要做产品什么的，现在其实还是在一种试验阶段吧，可能说是因为其实还没有到说，我真的要构建一个就是有商业壁垒的一个产品的阶段。对，但我觉得你在一开始思考的时候呢，还是应该去思考一下这些东西。那你比如说，你现在手里有的钱，够你尝试多久的？这个几年时间还是可以，就是你现在基本上也是在一个坐吃山空的状态。不完全，就是现在我这边，我自己定位啊，我自己的定位是把我这边做开发，就是做产品这边当主业，但实际上现在主业的来的收入，它其实是属于这个比例比较偏低的。另外自己的话就是，就是我的一个副业，其实是相当于我之前的主业，就是做外包开发嘛，接活嘛。对，我们一个团队来接活儿，这种东西来养活我现在的主业。对，所以其实是有一个相对可能稳定的现金流，但是还是不想说去，
还是想说有被动收入嘛。OK， 长久的被动收入，对。其实你可以考虑像我这种被动收入啊，就自媒体嘛。对啊，像我这个被动收入的话是每个月还有个几千美金的收入。对 YouTube 的对 YouTube 直接给你发广告啊，很开心的啊。对，其实我也有做，其实也有在做类似的事情，但是其实不是自媒体，其实是做网站，然后也是 AdSense 嘛，也是同样的。YouTube 本身也是 AdSense 嘛。对我自己其实做一些海外站也有接 AdSense。是，但是 YouTube 省事嘛，就是你只管录节目，其他啥也不用管。对吧？你 SEO 什么都不用管，然后你只管录完了以后 ，YouTube 自然而然的给你发广告费。对，你比如我今天跑到这儿来，然后做比如说这个1个小时的直播，2个小时的直播，大概也能挣个几十美金。对，我感觉这就是可能因为本身是专业的问题，因为我本身理科专业嘛，那可能学的是我也是理科专业，我是工科，我是程序员，我是程序员。但现在可能搞视频这种，但是搞视频写文案这个，我发现我其实有尝试过一段时间，发现我其实没有那么强的内驱力来搞这个东西。是，这个定时发，这个挺累的。像我是日更的。对，这点其实非常难的，其实反而说还坚持一下就行了，就是逼自己一下嘛。我一开始也是觉得很累，后来就慢慢就做起来了。对，感觉 YouTube 还是比这种 B 站或者国内的平台要好很多。对 ，YouTube 是真金白银给钱。对，而且好的是，可能你曾经的视频，它也不会说是流量就完全没有这个状态，基本上没有，就是要日更，还是比较实时性的这种就是要日更。自媒体可能都是比较实时性这种。除非你做的像李子柒那种，就特别的优质那种美轮美奂的东西，否则的话基本上就是日更。就可能内容或者是周更，或者是至少是周双更吧，它保持频率一个状态。对，要不然它的推荐系统会忘记你是谁的。对，自媒体这块可能确实得坚持。对，要不然就没戏。对，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当然我也希望说我能够在继续录 YouTube 的时候呢，这个像我原来是有很多经验，就像刚才我给你讲的这些东西，都属于是我不知道这些经验对于你们来说到底是有毒的。还是有用的，可能也看不同的人，有些人可能听完了以后觉得有用，有些人听完了以后觉得有毒，这个事儿都是很正常的，理解，对吧？但是呢，我也希望我的这些经验可以对大家有帮助，所以有可能以后，每周我会找些时间出来跟大家扯淡，对，然后闲聊啊，对，毕竟我是做了，这么多年，对吧？我也是从程序员开始做社区。做投资，然后自己也做过基金，然后也投过游戏，也投过很多项目，然后又做了3、4年的自媒体，然后有一些倚老卖老或者叫做好为人师，然后喜欢跟人扯淡，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聊聊总归是有收获的，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这个我看一下，还有人在评论呢，你看有70多个人了，像老范这样讲故事的阅历。才可以不是谁都能讲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做自媒体这件事儿呢，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说你没有做之前，你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好多人就特别有信心说啊，我这事儿肯定行，你都能做，我一定行。但是呢，这些人未必行。然后也有很多人说，这个我就跑出来做，发现也能做出来。这个还是要试一下啊。这个，对，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做的一些事情的话，就是很多时候。反而说少想一点，去尝试一下，你才知道里面有多少的坑。对啊，对，问有没有现场狙击的，这个我也欢迎啊。反正我现在地址也是公开的，也欢迎大家来找我，对吧？但是我因为这个直播是没有任何预告就直接开始了，挺难找。我经常干这种事情，没关系的。我是上一次跑到东京去说，来有没有听我节目的，然后最后来了20多个。这个是现场来的？现场，对，现场啊，这么有意思。这就是玩嘛，就是大家觉得很好玩。但是毕竟是一个工作日，在北京，对吧？工作时间，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能够是不是有现场跑来的，有的话我们也很欢迎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可能也要看看是不是把这个先停下来，我也要去找东西吃，然后吃饱了以后的话，再去看看，后面下午是不是找更多的人来聊天，下午的话。如果外面的天气依然允许的话，我就准备在外面聊，这个可能比如说我再找其他的这个人，然后看看他们想做点什么事情，对吧？规划，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如果是这个，大家这个外边因为37度嘛，我可能也在里面，那里面的话可能直播就没有办法继续播了
这个就不好说，因为到时候我也问问这个咖啡馆的这个老板吧，如果他觉得我们影响他的话，这个毕竟是人家的地方嘛，我们也没有付这个包场的费用，只是一人买了杯咖啡，对吧？这个还是要礼貌。就是做社区也好，因为我还做这个叫做开源社区，大家都是靠各种约定俗成的礼貌，然后来去替代规则的，就没有那么强规则，对吧？大家相互之间讲礼貌，然后我们就坐在一起来做事情。开源社区是哪个区域？没有，因为我是跟庄标伟啊他们一起去做一些这种开源社呀这样的事情啊，理解。对，也很好玩。我觉得温度已经开始在上升了。我之前也是开源社的志愿者啊，志愿者对。开源社北京有时候有活动我会去，对 ，KTC 北京但是呢，有的时候就不一定。而且社区这个事情呢，参与，但是还是要想清楚自己要什么。确实。要买咖啡，对你过来就是要买一杯咖啡啊，这个。挑战连续直播48小时，我其实无所谓，我可以把这个笔记本搁在这儿，这个没有人直播，我去接着吃东西，这个事儿是无所谓的，对吧？但是，我觉得不是特别礼貌，就是我直接把这个笔记本挂在这儿就直播，这个事儿不是特别礼貌。或者我去问问他们吃什么，我去买个吃的，或者你们还有其他的朋友没有，可以把他叫来，然后坐在这儿聊天，都可以。你看看你里头有没有人愿意出来去聊天的？可以。打赏加1分钟，可以啊。YouTube 在这块还没有那么打赏啊，这个。确实，我去问问大家。对。或者你把这个麦克给我。麦克给我。对，抱歉。稍等，我那个在里面。那个把那个。抱歉。来。这有一个。技术大牛，来坐，来，快！他就打个招呼就撤了，打个招呼要撤了。麦克风，介意上直播不 ？YouTube 直播，马上就要走了。没关系，来坐下。来，我来看看这个直播的什么体验。现在有80多个人在全世界看着我们。是吧？来做个自我介绍。现在在老范讲故事的频道上做个直播。我早就知道您的这个频道啊，好，对，现场都抓住了，看到了，真的现场抓住的。对，然后你是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今天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各位好，因为疯狂星期四嘛，就是这个 Web Friends 的社区的这个活动很感兴趣，所以想来感受一下氛围。OK， 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能说的部分说一说？对，都能说。我叫苏瑞，然后我是现在在 JuiceFS 这个项目的联创。那 JuiceFS 其实是一个基础设施软件，为这个云端设计的一个高性能分布式文件系统。OK， 对，然后我们自己服务了非常多的这个 AI 领域的用户、客户这些。对，可能从基础模型的训练到 AI 应用，到什么自动驾驶，还有一些什么基因测序这些都有。你们这种叫什么 JuiceFS？ 对 ，JuiceFS 的果汁啊，果汁 FS。那它跟比如说原来我们用的这种。像Mini IO 这种 S3 的这种东西，它有什么差异呢？对，好问题，就是Mini IO 或者 S3 呢，它是这个分类上它叫对象存储，那我们这个叫文件系统。它的最大的差异是哪儿呢？就是文件这个对象存储里呢，它的那个容器，你看它产品上的命名就是 bucket， 它就像是一个桶，多一堆的对象往里丢啊。对，那这丢进去了以后，它就是乱的，怎么丢不知道怎么排序的。对，文件系统就更像是这个文件夹，一层一层的，我有一个大柜子、小抽屉还有目录的，然后还有小文件夹装起来有目录的这排列组织方式不一样，那这个组织方式会影响到你上层计算那些程序找到这些数据的效率。是。对，所以当我们需要一批一批找数据的时候，那文件系统其实比 S3 Mini IO 这样的对象存储会带来很多效率上的优势。OK， 所以呢，今天在 AI 的这种计算的场景下，或者大数据分析的计算的场景下，其实更需要这样的一种文件系统的这种了解。就是其实使用 Mini IO 或者是 S3 的话，就是我们把文件系统自己写在数据库里了。自己会告诉他说哪一个对象代表的是什么东西，会写一大堆的
等于自己乱七八糟的事情，你等于是把原来的这种目录式文件系统等于直接做好了。对。那么我比如说要使用你们的文件系统的话，我是需要比如说自己开云主机，然后呢把你的东西像 Docker 或者像类似于什么样的东西部署上去。对，我们在所有的公用云上都有这种服务。OK， 那你可以在自己的云主机里执行一个命令，就把我们像一个本地盘一样挂载到你系统里，上面去，也是个目录，那就跟别的盘的目录没区别，就开始用就好了。了解。但有一个不同的是说，我们背后也没有任何磁盘，那我们做了一个纯软件的东西。你把我挂载上以后，开始写数据的时候呢，你的数据其实存在了背后你自己的 S3 或者 MIO 的那个图里。OK， 我们中间做了这种语义的变化、性能的优化之类的工作。OK， 对。那你比如说像这种多基的备份啊，或者是这个负载均衡这个东西做了吗？做呀，都做了。OK， 对，这是一个文件存储可能最标准要有的东西，必须要有的东西。对，稳定是第一位的。稳定要有。那你有这个版本管理吗？版本管理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自己有基于文件或者目录级别的 snapshot。snapshot， 你可以做一个 snapshot 作为版本管理。OK，那我有一个有趣的应用场景，我需要询问一下啊。因为中年人里头有一大乐趣是玩 NAS。对，我们家是这个群晖 NAS。对。然后呢，我把像什么 DeFi 啊，然后 AppWrite 啊、MIO 啊什么的，包括什么 Firecrew 这种的爬虫啊，都作为 Docker 挂在我们家的这个系统上去了。那么比如说对于像我这样的用户来说，如果我把你这个系统部署上去的话，有什么好玩的新的能力拓展没有？非常好呀。对，我觉得前面就要有2个点哈。第一个是说，如果在你自己的这个 Home Lib 里已经有了 MIO，对，那你可以就把 Juicefs 简单的布进去，因为它也非常简单。布进去以后呢，就可以变成一个像 NAS 一样的体验了。是。对，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本地其实有一个 NAS， 那可以解决本地的备份和高性能的这些需求。但可能我也需要一个云端的备份。OK， 备份一部分少量的更重要的数据，比如说我想把它备份到 R2 啊、Wasabi B2 里面。那可能加上 Juicefs 以后呢，可以给你一个把 Wasabi 或者 B2 布在本地的这样的一个挂载。OK， 就像本地目录一样使用的需求的，这个我有需求。对，你可以把一些最重要的NAS 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穿透的问题。因为我的本地的有一些东西呢，我不希望别人看到。对，有一些东西呢，我希望在离开家了以后继续使用。对，对吧？这个呢，其实群晖 NAS 就这点讨厌嘛，因为它是有这种东西，所以导致它特别贵。就是如果你是黑群晖或者说一些开源 NAS 的话，你就没有这种东西。那么如果比如说我可以用 Docker 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在本地有一些内容，然后再加上一些可以在远程访问的这些东西，然后让它进行有限的可控的同步的话，这个是我需要的。那我怎么能够去实现这样的东西？对，我觉得可能可以折腾，但确实不是我们的一个主要核心场景啊，不是一个主要方向，对，非常不核心的场景。因为如果想提供网盘的体验，然后像用 OwnCloud 呀、Nextcloud 可能能提供一些更完善的功能。而且是人机交互的这种。那我们的设计更多的是代码和我们之间的交互。代码和你之间交互。然后人和 Juicefs 之间交互其实是非常低频的。那你现在你们的主要的这种叫典型用户是什么样的？典型用户，比如说在做模型训练、做 pre-training 的、做 post-training 的，还有比如说有大量做 Stable Diffusion 生成的，它可能有上万个、几十万个模型要管理，然后要做一个公开的服务。OK， 对，那这个时候它是有很多需求。了解，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玩的场景。但是我现在觉得这种给人家做 Stable Diffusion 生成的这种网站，因为刚才这个小伙子就是干这个的，就是在你之前坐在这小伙子干这个的，没有门槛。没有门槛。然后就是他们真正能做到最后剩下的呢，可能就是一些最大的这几个，比如说像什么硅基流动啊，什么这个叫做国外比如说像他们叫 Replica 还是什么类似这样的网站，对吧？或者是可灵啊、极梦啊，
这些人可能最后能够剩得下来。因为其他人的话，最后去打这个价格战的时候，肯定是没有这种后边是有云计算的底层优惠券的这些人能够打嘛。所以呢，比如对于你们来说的话，这些真正能够提供底层优惠的人，其实他是没有这种需求的，他可以搞定这个事情。恰恰就是刚才提到的这里面一部分也是我们的客户，是吧？对，比如说，对，比如说海螺 Minimax 也用我们的东西，比如说做算力服务商的，像 Lapton AI 之前也用，然后比如说可能美国比较头部的生成服务，像 FL 这些也在用，对，然后也有一些独立开发者也在用。OK， 对，那他们之间可能是在一个竞争的过程里，各自找到就相当于是把这个定位吧，把这种叫做一大堆的 LoRa 库，然后让他们通过规范的文件命名的方式就进行管理了。对，因为文件系统并不是一个新发明的东西，它已经几十年了，大家用起来是，对，体验是一样的。是。哎，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啊，你知道像我们比如说使用一个东西叫Plex PLEX，这个呢就是这种叫做我们看视频的，就是它里头有一个很有趣的功能叫视频刮削。它干嘛使呢？就是说我下载了一大堆视频电影，然后扔进去以后呢，它去识别这电影是什么，识别了以后呢，它把这个电影的海报，然后呢，这个电影的简介、电影的各种的评分，这个或者是美剧吧，是第几季、第几集什么的东西都补充进来，然后呢，我就可以直接，相当于自己在 NAS 上去管理我自己的这种影视库了。对，然后呢，你们去维护了这样的一个基本上是按照标准命名的这种，比如 LoRa 库，或者是各种的模型库，几千个、几万个这样的库，那么对于你们来说，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形成类似这种刮削库，然后直接为我，比如说我今天想干这活了，我直接向你订阅就完了，我订阅了一个这种东西，然后里边呢有所有的这个LoRa 库，然后按照标准的去这个训练好的，明白，然后我挂上就可以使了。我们目前不可能，因为我们的角色是帮助用户管理这些数据，所有数据是用户的，我们碰不到。对，那这个角色可能更适合像 Civitan 啊或者 LibLibAI 这些是使用我们的用户去做这个事儿。我知道，因为为什么？除非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角色。对，因为为什么会给你提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就是我以前投过一个案子，他们呢就是视频播放器，他们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多视频播放器嘛，他们最大的能力就是通过刮削的方式自动帮你识别字幕。就是当你拿到一个英文的这个什么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你说你应该配一什么字幕然后配到字幕了以后呢，他还告诉你说，哎，你这个需要这个往前2秒，往后2秒，因为字幕有时候对不齐嘛，大家可以搞这个事情。对齐。然后他发现，哎，你前头加了一广告，然后我给你往后错几秒钟就可以搞。因为你既然已经得到了这些数据，就是你其实是可以跟他们去签协议，说 OK， 我帮你去卖这些东西的，我帮你去把这些内容去销售出去。OK， maybe 是吧？然后呢，或者是因为有些人可能说，哎，这就是我的，我自己要搞这个事情。也有一些人说，哎，我弄完了以后，我希望自己去这个叫做什么能帮我卖掉。甚至还有一些人呢，希望去做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你帮我去打盗版。明白。因为前面不是出过这次这个事情，当时是谁来着？拿了人家那个训练好的那个 LoRa 库，然后去生成了个图片，说这是自己干的。对，好像是百度还是华为干的这个事儿，我忘了。这反正有人干了这么个事情，对吧？那么，不过在这生态里，我们自己的角色其实并不深入，我们还是说在服务着这些用户。但是呢，就是这些数据是在你手里的。这些数据，坦白说，这些数据也不在我手里，我只是作为一个管理软件部署在客户的环境里。但是呢，你比如说，你可以去。说 OK， 我帮你去进行一些安全审核。对，理论上我们可以提供。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扫描的一个服务和功能，对吧？因为我原来在猎豹移动也是做安全软件的嘛，就是我们也是把这些东西都扫描一下。对，因为有的时候呢，这种 LoRa 库是有毒的。明白，对吧？那我帮你去做一些扫描，我帮你去做一些这样的东西，对吧？那么也都可以算是叫增值服务嘛。
明白。对吧？这个我觉得是个挺好玩的事情。对，这个我研究一下。对，然后等你们有这样的这个叫做项目以后，或者有这样的服务以后呢，也欢迎到我这儿来啊，我帮你去做宣传啊。好，太好。或者等下一次的话，你给我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约一个，就是说把你这个完整的介绍，因为今天其实还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对，给我们做一个介绍，然后我们来看看怎么去宣传一下。好，我这个反正向大家开放，对吧？这个宣传免费，太好了，对吧？这个至于有没有人用，有没有人转换率，这个我不负责任，但是宣传我们是免费的。谢谢老师。首先开心啊，好吧？好。今天你去忙你的，对，然后把这个还给我，对。占用你这个直播的没事，我们就开心聊天，反正也没几个人啊，80来个人，对。跟范老师加个联系方式。加个联系方式，没事，你就在我这里发评论。好，像我平时都是 Discord 在线。Discord。对，然后你看，这不是大家都在这儿吗 ？OK，对。那我后面加到这里吧。对。好，那我就先吃饭，好，再见，拜拜。我这儿为什么会有个音乐在响？好啊，这个是我们又一位朋友这个在我们这里坐下来聊了一会儿天，然后我去看看还有没有人想加入我们聊天的啊，让我能够把饭装到肚子里。小姐姐太多了，看不过来，这哪有小姐姐？这个不要乱讲啊！这个 MK 路你又这个加入了我们的会员啊，这个我准备看看今天是不是进行连续直播了啊，但是这个也要看我的笔记本，因为这里好像没有电源在这个外面，如果有电源的话，我们就可以多播一会儿；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播到笔记本没电吧。现在这个温度上来了，我去看看怎么解决饭的问题啊，然后这个我去把这个谁叫出来。继续。还在直播吗？在啊，直播没停。我准备一直马拉松到这个笔记本没电，因为外边没有电源。我发现。我把我电源给拿一下。你是移动的是吗？没有，不是移动的。那怎么能弄出来呢？想办法呗。想办法哈。好，我们看看多少人了？78，很棒。78，刚才有80多人。刚才那个这个果汁 FS 在的时候有80多人。对，因为他是非常真正做的还挺好玩的东西。然后刚才我也跟他聊了一下，我觉得他们做的东西有些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对，非常技术的一个很 geek。对。不要挡着我的 logo， 调整一下位置。这个衣服哪来的？这个我们专门做的一个品牌的 T 恤，我看看，叫 Web Friends。对，这个料还可以哎。对，下回给我找一件，我要这个超大码，最大号的。对，然后我觉得这样今天还是挺好玩的，就是第一个，刚才那个小伙子也是跟他做了一些碰撞吧。对。给他泼了些凉水啊，这个就是原来我们常干的事情。来了以后噼里啪啦一顿板砖拍在地上，这个待会儿可以接着接力啊，接着找人来去，看看他们想做什么，然后这个一顿板砖把它拍在地上。可以。然后这个我们也研究怎么吃饭喝水的问题。待会儿我去，在这儿有三明治哈。有，我去。没事，我去。你坐着吧，我去。那再找个朋友进来替代你，把那个麦克风留下。你要溜进去就把麦克风留下，不要把麦克风带跑。对，然后或者你看看里头还有谁愿意上镜的。对，然后再给我们找一个出来。对，然后我们准备继续去这个什么啊？他好像戴的是美塔的这个眼镜啊，待会儿我们再去说改吃播。对，可能要去改吃播，我要去整一个东西吃。
今天这个活动有意思，对啊，但是人不多啊。这个有想上镜的，然后想跟我们拍砖的，欢迎来啊。这个让我们来一起交流和沟通。来，范老师。哎，谢谢。有什么我看看？有意面。意面或者呢？三明治沙拉。有什么三明治？哪个是？这三明治。哪儿呢？啊，这个哈。韩式炸鸡，就这个吧。再给我来个三明治，再给我来杯水就行。这个是吧？鸡蛋。对。来个水啊，我给你。谢谢啊。围炉啊，这个还是得看这个温度啊。这如果实在是把温度搞不定了，这个也没法整。因为我发现我现在的笔记本的温度也在上升，对吧？你看，有人站起来，有人坐下，大家看到了，这是一个真实场景啊，没有任何问题啊，不是这个任何的字幕，就是这种虚拟幕布啊。原来我在家直播都是虚拟幕布，在这里的话就是真实场景。待会儿等他们这个咖啡馆的老板来了，我们可以请老板来给我们稍微聊聊天啊，讲讲这个。点个火锅啊，这个不行，因为电脑还放在这里，没有地方吃火锅啊。吃火锅的话，有可能我这个电脑就废掉了。虽然录 YouTube 还是有一点点收入的，但是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录1个月的 YouTube 或者2个月的 YouTube 才能够挣出一台电脑来啊，这个不能乱搞。我这个是 M2 Max 的这个 MacBook Pro 啊，这个 M4 Max 的我去看了看，基本上3万块，还是稍微有点贵的。老板不是啊，这个我们无所谓了，这个就是欢迎各种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只要他自己不介意就行。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有些人不想出镜啊，只要不介意出镜都无所谓。咖啡馆广告一下还是需要的，对啊，我觉得是挺好的。这个既然到人这儿来了嘛，虽然咖啡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但是一点都不介意帮别人去做一下广告啊。现在呢，还是要有一些叫利他经济，不要每件事情都想着说，哎，我挣了多少钱啊，你给我多少钱，我给你做广告。要老想着这事儿呢，很多生意就做不了了，对吧？但是我这次比如说帮人做了个广告，下次说我比如说在人家屋里头喝咖啡的时候稍微闹腾点，他们可能也会稍微的包容一下。大家会发现各退一步呢，也许这个就都是海阔天空了啊。每一个人都说，哎，你不给我钱我就不给你干活啊，都是做的非常严格的话，那这个就会怎么说呢？就没什么意思了，就可能很多的生意就做不成了。我个人还是希望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大家都比较利他的，然后去做事情，就很多的生意就可以做起来。这个如果有人从我身后走过，也不用担心啊，这个还是一下就变得很模糊了，根本看不清身后走过来的人谁是谁。对，老板一会儿就成为粉丝了，是这样的。就是我有时候会跑出来录节目，也是这样的，就是增加一些不同的观众群体。当我有了一些不同的观众群体以后呢 ，YouTube 的推荐算法也会发现，哎呦，原来这些人也爱听老范讲故事啊。下次我在推荐的时候换一批人去推荐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推荐系统矫正方法。这个 MK 录啊，你这个是一会儿变成粉丝这个会员，一会儿退掉，每次当1个月的啊，反正你成为会员，我就给你发一个，这个好像是你吧，还有一个叫 Peter 的一个哥们儿也是喜欢干这种事情，啊，这个有时候成为会员，有时候就跑掉了。反正我发现是会员呢，就赶快发小扳手啊；发现不是呢，就赶快剥夺小扳手。
很多年轻人在这里走来走去，在这里做事情，这个就比我自己坐在家里要开心很多，对吧？这个人就会整个变得年轻起来，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在家里的话，就每天对着电脑啊，这个永远是对着自己，哪怕是有一个摄像头，也是对着自己啊，这个人就会变得比较老。啊，有水啊，谢谢，感谢感谢感谢。来，你是准备接着聊啊，还是准备找人换班？我去给你摇人。你摇人，再找一个来。你关注这门槛有点高，主要是啊，这个不高，$10一个月嘛。有女粉丝吗？啊，有，现场未必有啊，但是观众里头还是有10%的女性观众的。扳手，对，我们会发小扳手的。有没有可能把老板发展成 YouTuber？ 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难事吧，但是对于他来说，成为 YouTuber 需要支付的成本和获得的收益，看看还是不是划算了这个事儿。Hello， 直播间的观众，我们这一次给大家邀请来了一个嘉宾，叫小龙猫，是我们疯狂星期四的常客，然后他也做过很多小产品，让大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坐，给大家坐下，介绍一下。啊，hello， 来，我给你带下麦。好，谢谢。这个对。好嘞，好，大家好，小龙猫啊，这个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小龙猫，我之前一直在做 iOS 开发，我现在是一个独立开发者，对，然后Swift， 对 Swift， 对，好吧，独立开发者的话，你是有 APP， 对，有 APP 有 App， 对，哪个 APP 是你的？让我们去下载一个。我的 APP 叫 Wake Watch， 它是一个婴儿的呼声检测器，叫什么？让我们去搜索一下啊。Wake Watch。WEEP， 然后我们把它打在这儿啊 ，WEEP， 对，然后呢，Watch，WA 有空格吗？没有，WATCH， 先把它发出去，然后，把它写在这儿，然后 WATCH， 对，咦，那这个对啊，7块9毛9，好贵。可是，不应该啊，我这个应该是它是个订阅制的呀。7块9毛9嘛。不对，您这个区是哪个区啊？美区。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我这个 app 是一个就是可以，你这玩意儿免费用1个月啊？不，它可以，我设计的它就是可以用的。你看人家也看到了7块9毛9，你看我这讲的马上就有人去试了。这个7.99刀对吧？这个我不能向人马上推荐这个订阅的东西。不需要。那这个就感谢大家帮我发现了个问题，我这个是有内购的，对，它是可以试用3次。然后才去付费的。OK， 好吧。OK， 那我去那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吧，那我们就不下载了。对，可以不下载。它这是一个这个婴儿呼声检测器。它是就是说它可以检测这个检测婴儿如果他哭了，它可以把这个信息推送到你的苹果手表上。OK，这种使用场景呢，可能会在你去这个做饭、去卫生间、洗澡，或者说你的房子比较大。你可能会有这种使用场景，对，是这样子的，对，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你比如说，它是需要在婴儿旁边放什么东西？放手机？对，放手机，手机搁这儿，手机放在那儿，对，是这样子。因为那个国外不是有那种，就是像小麦克风似的东西放在那儿？对，国外他们有那种有那种摄像头，对，但是这个。牵扯到一个隐私的问题。那有的用户他们会比较担心他们不想把家里或者不想把孩子这种图像，对，
对他们担心隐私的问题。对，但我觉得搁个麦克风还是挺好的，要不然手机的话可能还是在身上啊。对，人还是喜欢走到哪儿把手机带到哪儿，而不是说我走掉了把手机留在小孩身边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它这个场景更适合这种短时间的，而不是说一个长时间的手机不在你身边的这种情况。对 ，OK， 所以可能确实现在夏天你可能你想洗个澡，对，大概是这样子，对，是这样子，对，这个还是稍微有一些，我觉得在场景设计上需要再更深一步的思考。对，我觉得你哪怕跟它挂个蓝牙音箱啊，或者是智能音箱啊，比如说苹果音箱连 WiFi 的呀，或者什么这样的东西，你可能挂在一起，让这种东西在小孩身边，然后呢，你可以带着手机、带着手表满街溜达，甚至可以加到什么 Apple 的账户里头去，会更好玩一点。但是这个就牵扯到一个硬件了，它这个成本你不用走硬件，你就走现在的智能音箱就行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就是 iHome 的协议啊，走支持 iHome 协议的音箱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牵扯到就是一个东西，我现在这个手机它是可以获得一定权限吧，它可以支持后台去检测这个声音的。然后我这是有一个模型吧，对，来分析这个你说话的声音，或者孩子哭笑的声音。是，对当然有人问你这个里头有 AI 吗？是有 AI 的，对，对，它可以检测到这个婴儿哭声才提醒你。如果是其他的就不会提醒。那你是用的什么样的 AI 呢？用的什么模型来做这个事儿呢？这个就不太方便说了。对。OK， 好吧。等于就是还是有一些 AI 的，就是其他声音可以过滤掉。对，可以过滤掉。只有哭声可以。对。这个还是很好玩的。当然我觉得还是要尽可能的把场景拓展一点点。就是必须把手机留在那里，然后这个手表戴在身上这个过程呢，还是挺奇怪的。你对场景限制太严格了。是，对。那你比如说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个氛围编程呢？因为对于你来说，肯定是自己写程序已经写得很熟练了。你的程序有多少是由 AI 写的呢？有多少是 AI 写的？这个项目真的是一个AI 占到了80%吧。对，AI 占80%。对，这个最核心的这部分功能就是这个婴儿哭声检测这部分是由 AI 来处理的。是由 AI 和我自己一起的。对，我当然它有很多问题了，我是最核心的功能还是我自己去写的。对，是这样子的。剩下的 UI 相关的东西都是他帮我来实现的。对，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你的截图啊，UI 挺丑的。是 UI 并不美好。对，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设计师来帮我做这个事情的。是的。对。因为我现在发现，AI 直接生成的 UI 都很丑。虽然一帮人都说，哎呀，这个 Cursor 生成的 AI 好UI 好漂亮。这反而我只听人吹牛逼了，没看见过。对，你这个那你觉得在这里去参加这样的活动有什么好处呢？更多是和大家一起交流吧。然后实际上现在这个活动是疯狂星期四嘛，就每周四大家聚一起。那其他时间你可以完全是自己在。对，还是我觉得有人在一起聊个天呀，还是会很好玩的。是，我也是很喜欢这个氛围，随跑来。对，就是沟通很重要，就是对，尤其现在夏天了，天也很暖和了，就是大家见些人沟通一下还是比较好的。对，不要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屋子里。对，不论你是在咖啡馆还是在家里。对。这个没有人沟通的话会抑郁的。对，是的，我经常跟我一些朋友说，我需要到一些人多的地方去吸人气。对，这些是这样的，对，是这样子。这个咱俩非常有同感。OK， 那你现在的话，这个 APP 也是可以给你挣来一些收入，能够让你这个支撑你的生活吗？不足以支撑现在的生活。我现在除了这个独立开发，也会接一些外包来，这样这种组合的方式。对，是。那你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外包呢？什么样的外包？主要的还是和客户端相关的一些，还有客户端相关的一些外包。对。这样的，这个也是挺好的一个事情。iOS
对，因为我是写 Flutter 啊 ，Flutter，所以的话，它就是一次写完了，安卓、iOS 就都有了。啊，了解。我上一个外包项目是用的RN React Native 来做的，是。哎，谢谢，这个是我的。给我吧，我就在这里。您把这个先放这儿，还是怎么样？不应该啊。然后 try again。这个，哎，我们又回来了，进去。哎，刚才是，抱歉啊，刚才我们的 WiFi 突然就没了，我觉得可能是它店里的 WiFi 的问题吧。你看这里的就没有它店里的 WiFi 了，你那手机上还有吗？我手机也没有 WiFi 了，对，用4G 了，对。它可能店里的 WiFi 掉了，刚才。这个现在是连到手机上了啊，这个继续工作。对。对 ，OK， 那你现在等于还是能接点活。是的，对。啊 ，Flutter， 对，刚才我们聊到 Flutter 这个。啊 ，Flutter，对，我用的是 React Native， 对，做了之前 React Native 啊，对。是这个。等一会儿我们看看，如果他店里的 WiFi 能够修好的话，我们就再连回去。就是你看着你的手机啊，啥时候连好了，我们再连回去。这个我先，那我就还是先把它放到这里。就看来跟他。这个不算白人饭吧，就是，等会儿我看看哪个啊，这个，走你。哎，又挂回来了。好了，那他这边需要切换一下。70，所以现在有72个人在观看是吗？对，74个，74个，对。啊，又回来了啊，我们又回来了。那个对。可以公布 GitHub 链接的 follow 啊，这个 GitHub 其实我自己，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公开项目在上面，我就吃着。你呢？你的饭呢？或者等我吃，等聊完了你再去吃。聊完我再去吃。我不太饿，对。现在还不太饿，对。那你现在这个，比如说给人接这种外包的活的话，是多少钱一个？或者按什么样的方式来收费？我比较好奇。多少钱一个？还是看你的需求吧。看你的需求来。对。举个例子。我一般就是外包会按照就是我之前工作的这个，一天的工资的，一天工资翻1倍，对，大概是这样子的。OK。就比方说我之前一天的工资是1000块钱，我可能接这外包的，我可能按2000块钱算一天，按这种工时来算。OK。对。那如果想给你发活的话，在哪能找到你呢？在哪能找到我？或者说你是这个在哪些平台上来接这些活呢？哦，这个还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没有说在哪个平台。对。
不是有些平台是可以有这种活吗？比如说，国外的以前对 Upwork 是吧？Upwork 注册过，但是发现好像这个还是卷不过印度人吧？对。哦，对，有很多印度人在上面接活吗？对，印度人啊、巴基斯坦人啊，还有好多一些国外的人吧。我觉得可能印度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OK。那你觉得为什么卷不过他们？他们是低价呢，还是因为他们的英语好呢，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呢？价格是一方面吧，对，他们愿意用很低的价格来去做这个事情。是的。他们做的活质量怎么样？这个我没有，这怎么说，不太好评价吧。这个因为确实我也没找印度人，这个怎么说？你应该试一次，就是找一个活扔给他们试试。对。我呢，这可能这个说起来不太好。我之前是在之前有一家公司，我们公司算是一个国际化公司，我们是有印度同事的，他们的这种工作效率也好，工作方式也好，确实还挺累的，对，不是语言带来了这种问题嘛，就是功能起来还是很累的，对，很累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容词？就是你可能跟他描述一些东西，他们不太理解你，对，然后呢，他们的效率也很低。然后呢，可能包括像中国这个跟这个印度巴加罗尔那边，也会有时差。对，你可能刚跟他说一个什么事情，他会说啊，不好意思，我现在正是午休时间，我要吃午饭了，之后再说吧。就是你的节奏还是，他们就没有咱们这种说先把事说完再说的事儿。对，就节奏也不一样，然后对，是这样子。那你说这个方式，他为什么还能选咱们呢？他还愿意提这么低的价格？提什么起来？这个不太，就我对后来就不太了解这方面了，对。这个有人说了，说你可以接个活儿，然后找个印度人再包给他，做转包。但是我看别人说的，这是别人说的，我没有论证啊。这个就是说，印度人可能是我可以说我什么都敢接，我价格都很低，但是最后呢，他就给你搞了乱七八糟，对，做不出来，对，我就做成这样了，钱我也拿了一部分了，就这样了，拜拜。对，是这样子的。OK，这个确实挺坑人的。是的，对，而且你像这种朋友介绍的，大家还是需要有一个好的口碑的，对，是。那你比如说像他国外的这些网站的话，他没有这种口碑的积累过程吗？Upwork 是有口碑积累的过程吧？对，它是有一定的，对，但是具体没有特别了解。我之前是简单了解过一些，对。那你没有想过说，我通过一些低价的方式，先慢慢的把这个口碑积累起来？还是不太喜欢这种方式吧。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平台化服务，因为朋友介绍呢总是这个信息面太少了嘛。是，对。有人说外包太卷，这个卷这种事儿呢，没办法，就是说，以后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人会像这样工作，就没有大公司，大家都是外包，你需要什么我找一外包，然后别人需要什么你也在外包活里接，这可能就是未来的方式，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裁员啊，都在搞这些事情，包括大厂啊什么都在裁，但是裁完了以后呢，这些工作也得有人干，是。所以有可能这就是一次这个叫做工作模式转移和变迁的过程。我们只是先溜出来了而已。是。对吧？你看我现在也是自媒体，我们也先溜出来了。你现在是这个出去给人接活啊什么的，其实我们都是自由职业者嘛。是。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还是应该有平台化。这个靠朋友这件事儿，它不是一个长久之计。这样的。那我现在比如有一个小需求啊，这个我自己呢有博客，我在Oracle 云上也有一个 DeFi 的网站，然后我希望把所有博客的文章爬进去，然后做一个 RAG 的这种问答，这块呢我都能做完，但是呢我可能需要一个这种小的 APP，能够把这东西接上，算了，我自己写吧，好像也挺简单的。对，可以。现在 Cursor 对，今天 Cursor 发 1.0 了，对，可以用 Cursor 的这种。我觉得不用 Cursor， 我是那个 GitHub Copilot $100一年的那个我买过。有时候说着就是假设，比如让你干这么个活，就是你拿这个叫做什么写个 iOS 跟安卓的应用，然后呢可以让他们在各种的手机上
把我的博客拎出来去做个智能问答。需要多少钱？需要多少钱？对啊，报价嘛。做一个智能问答。对啊。这个不太好预估吧？这个。对。就只做客户端。只做客户端。这个具体还是要看这个具体的你想做成什么样子，这个界面设计的复杂度啊，然后是否需要和这个后端交互啊，诸如此类吧。对，你看你还是看你的需要具体的是个什么样子。还做就这种东西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一个文档上，最后大家这个交付是有依据的，否则的话就是最后大家可能就会沟通不畅，最后可能会闹得很不愉快，对，合作很不愉快。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个文档的话，对，大家就是按照这个文档去交付，一项正对，最后顺利去完成这个事情。对，这样子。那你觉得做文档的过程是不是就写完了那程序？啊，对，这也是一个过程。这也是个过程。哎，你现在都氛围编程了。我把这个文档都说清楚了，都讨论清楚了，就直接扔给 Cursor 了。对。剩下你说为什么还要外包呢？就是 Cursor 除了 AI 是可以帮你解决很大的问题，但是它不能帮你100%解决问题吧？有些简单项目是没有问题的，那有些复杂的项目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有经验的工程师来帮你来搞这些事情。对，是这样子。包括其实跟一些高级工程师我们在交流，就是他 AI 帮你做的东西，当然你要真的是会使用 AI，才能把这个东西用好，否则的话你可能问了你描述了一个东西，让他帮你做，但是这个 AI 可能就把你整个项目给搞坏了，然后各种四处报错。对，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让他帮我实现一个需求，然后他把macOS 相关的一些代码也引入进来了，它要支持 macOS 和 iOS，那我完全不需要这种需求，它就帮你搞得乱七八糟的，然后也浪费了你的这个 token 的点数。对，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还是需要有东西还是需要靠你自己去把握的。你觉得现在比如说教一些中学生完全不会编程的人去使用氛围编程，是个好玩的事情吗？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我觉得之前中学生，我去年参加 WDC 北京的一个线下聚会，就会发现有些高中生他们真的很厉害，现在的小朋友也是非常有想法，对，在做一些事情，我觉得是比我那阵子对于一个中学生厉害很多了。当然有可能跟我所在的城市不一样，对，是这样子。你在哪儿呢？我老家是大连的，对，可能跟北京对一些高中对一些中学生还是有一定差距吧。大连也是一个很先进的城市啊，很发达啊。之前是这样子的。之前是这样子的。好吧。这个北京的小孩确实是这个不务正业的多一点。然后你这段时间在这边看到什么有趣的项目吗？在这边有趣的项目吗？看到过一个吧，就是它这是一个微信小程序，你可以画个草图，这个草图之后呢，可以把这个草图变成一个3D 模型，我觉得是很有趣，但是我们也讨论了，它这个用户是谁呢？对，它这个这个商业价值会是什么样的？好像也没有特别想好吧。但是我是觉得它这个事情，是有趣一些的。那后面调的谁的模型？这个我可能忘记了。对，他好像说过一次，对。因为我觉得还是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做氛围编程，其实很多还是在模型的基础上干点什么。并不是从头开始干。是的。味道相当不错。这个直播是在哪个平台呢 ？YouTube。对啊。OK。YouTube 直播，然后现在有75个人在陪着我们。
然后我准备一直播到这个电脑没电。那您现在这个账号有多少粉丝呢？快到7万了。哦，那很少，就是但是你比如说跟抖音啊比起来，就基本上相当于没有。但是对于 YouTube 来说呢，也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对。因为我毕竟是在 YouTube 上讲中文。原来有一个人说我要写游戏，然后呢就不停的开直播，在 B 站上开，说我今天又学了个什么，然后我什么不会，然后我明天又学了一个什么，然后最后游戏没写出来，然后攒了一大堆粉丝。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直播的？做这个账号的自媒体？4年啊，4年。我其实我也是程序员，然后呢做社区，开发社区，对，然后呢，开始做投资，后来呢实在是找不到工作，就是上一个老板说算了，我们不想投资了，你回去吧，我说那算了，就做自媒体吧，那正好当时也在疫情期间，当时还想着说，哎，过一段时间是不是可以找到工作，然后就开始什么35岁裁员啊，搞这些事情，你看我都50了，再出去找工作的话，不是给人家 HR 找麻烦吗？所以就这么一直混下来了。这算是给好多一些朋友，就是一些大龄的程序员，对未来的这个自己的这种生活或者工作的这种，提供了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或者说一个指导吧。对，他是这样的，就是像我呢，就是离开一线编程呢，大概有20年，然后现在这种氛围编程或者 AI 编程上来以后呢，我发现，哎，我又行了，可以的，是，对我又可以了。我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在14年的时候，我当时在一家创业公司，那我们当时一起在工作，然后当时我老板就说，哎，之后会不会有一种东西啊？就是说你跟他说一下，他就帮你写好了。我当时觉得会有这种东西吗？那是在2014年的时候。那其实呢，结果呢，这个东西现在其实在2024年已经是可以了。对，就10年之后就实现了这个东西。2014年。对，2014年。对，当时我们公司在那个中关村创业大街。那时候当时这是国内一个非常火的一个时期。对，当时讲的是这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那条街上也非常热闹。对。我们在当时是这样子的。2014年，哎呀，我记得是2008年，那个时候就是算互联网泡沫破裂。然后呢，很多人都很迷茫。08年，那我还在上高中。对，非常非常迷茫的一个状态。行了，我们饭吃完了。这个后来呢，到09年，我大概是加入了盛大网络。对，然后我在08年的时候还在有一个公司叫 Boland， 做什么 C++ Builder、JBuilder、Delphi 做这种开发工具的。所以我当时总喜欢跟人讲，我说我写程序已经写到了最高成就，我自己写到开发工具公司里头去做这个，我们叫 Evangelist 或者叫售前工程师。然后就等到2009年进到盛大以后，然后就觉得哎呀，所有的公司都在裁员，一堆公司在裁员，然后各种的互联网泡沫，然后都玩不转了。那时候就是有个点 com 就能挣钱那样的状态，就不行了。然后我们就招了好多人进来，招了好多这种在大公司里头玩不下去的人回来，然后呢就赶上了移动互联网，就直接就起飞了。但是这一次呢就完全不一样。这一次呢是疫情之后移动互联网到头了。AI 来了，但是 AI 来了以后呢，我们并没有伴随着努力招聘扩张或者什么的，我们伴随着是下一轮裁员。对，这个事情就非常非常的让我想不通。这个又有人赶上直播了，这个家伙在美国，所以经常赶不上我的晚上的直播，所以今天那个终于赶上一次，也挺不容易的。对。那您方便说您当时在盛大的哪个项目组吗？是在盛大创新院。
啊，创新院啊，对，你不是在某一个什么传奇啊？没有，我是在零世界待了一段时间，零世界待了有我知道这个半年吧，我知道这个游戏啊，然后后来是就进到创新院了，因为呢，盛大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特别好玩啊，给你讲一个故事，就是大的公司里头呢，它有一个很完善的薪资体制，这个什么人应该挣多少钱，它是有规定的，然后像我们这种呢，就是不是在盛大里边培养出来的人，或者在外面没准还有一点名声的人呢，他的薪资呢一定是不符合原来体制的。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找了一个这样的叫盛大创新院的地方，说我们把你们都招这儿来，然后呢，你也不要去跟别人去比你到底多少薪水了，对吧？也不要去比级别了，因为盛大特别好玩，它是分袋子的，就是脖子上那个袋子是分你的职级，你挣多少薪水就是多少级，然后呢，到多少级以上那个袋子要变颜色，所以我们进去就是红袋子，就是中层，蓝袋子是基层，然后进去了以后呢，这个，等于是零世界说我们需要一个做社区运营的人，因为当时他做这个游戏的时候呢，说我们希望让大家可以在游戏里边进行创建，因为当时有一个游戏叫 Second Life，第二人生，就是大家都是先进来玩完了以后创建完了以后呢，你创建的内容又可以让别人进来玩，因为呢，游戏的供应商其实都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叫做你提供了多少内容，然后别人在里头花多少钱，它这个东西是不平衡的。大家都希望说我少提供点内容，然后让别人多玩一会儿，多给我点钱。但这事儿不现实，你必须要多提供内容，然后才有人愿意一直在里头玩。所以呢，他们想出的解决方法就是这个叫你在桥上看风景，别人在桥下把你当风景看。所以呢，你进到这个游戏里边去创建这个世界了，然后别人在你创建的世界里玩，他们想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需要一个开发者社区，就把我招进去了，说你来去做这个事情。后来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发现跟这些做游戏的人合不来。做游戏的这些人呢，就永远想着是我怎么让用户上线，怎么不让用户下线，其他都不重要。就是他们的思维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刻板。后来就跟这个创新院的人说，我在他们那儿混不下去了，让我回去吧。后来说为这个事儿招你进来的呀，你在那儿混不下去怎么办呢？说算了，回来你还是接着做你的开发者社区吧。所以我就在盛大创新院里头负责开发者社区，负责这个开发者关系，负责这个专利，负责所有这些事情。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还特别棒是什么？就是你现在想要做 AI，做 AI 大模型，就是要做开发者社区。特别是这种为什么现在大家玩氛围编程，就是都希望说有更多的人能够在我的平台上编程，对吧？而且最近就是昨天的吧，最逗的一个消息是 OpenAI 把 Windsurf 收购了，然后 Cloud 直接把它 API 关了，太绝了！我觉得这事儿干的。是的，我的 Windsurf 现在还在 3.7， 还用的 Cloud 3.7，对啊，它是现在 Cloud 据说是昨天直接关了，关完了以后那个就是一帮人跑去退订，然后那个 Windsurf 那个 CEO 就急了，说我花钱买了，你凭什么呀？是，对。我今天看到 Closer 出 1.0， 我也想把我的 Windsurf 退订了。对呀，我打算今天下午就退订去。对呀，是这样子的。是，其实在我今天的计划之一的。这个，我觉得这种事情的话，就会像我们当年，做的很多竞争那个过程是一样的。因为像，在移动互联网出来的时候，当时我们做了一次大的竞争，是广告平台竞争。很多很聪明的人自己做广告平台。但是呢，最终发现，谁没有自己的流量，谁就做不好广告平台。因为你需要跟人打价格战。这个流量是我的，我就可以给你赠送啊，给你搞这些事情，对吧？然后我可以在那个我的流量里头把你的这个东西都踢掉，就可以干这种事情。所以最后你看呢，剩下的广告平台就是谷歌、苹果、Facebook， 中国呢就是腾讯，这个字节，然后其他就基本上没有了。然后剩下的那些人就只能是做非正规的，对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我们比如说再往后做这个AI 编程，可能就剩下 OpenAI、微软、谷歌、Cloud 最后没准会把 Cursor 收下来，对吧？因为他现在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意思就是说 Cursor， 你如果你以后敢不听我的，我就给你断供，你自己看着办。
对吧？它今天既然可以把 WinServer 断供了，那以后可能这个cursor 你也自己看着办，可能会变成这样，是，那最后没准剩了就是剩这几家大的，因为你大模型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这个还是我觉得是一个挺不好的开始。国内还有，国内就扯淡了，因为最后还是叫模型及应用。现在很多人我看像富盛啊什么一帮人还在这讲说以后就没有模型公司，都是应用公司，这都是妈纯扯，他自己做不出模型来，在这扯淡的，对吧？就是没有模型就没有应用，然后模型说我他妈不想给你用了，你这个应用就死，因为这一次这个事情实在是有点让大家看明白是咋回事了，对吧？哎，为什么有人说我们的音画不同步呢？这个好奇怪啊！音画它我来看一眼。特殊时期应该过了吧？应该过了呀，我们已经没有问题啊。过去一天了。对，还好，我觉得还好。特殊时期已经过了。我觉得可能是你看的原因啊，你看看你自己的这个问题。我们这里基本上还是可以工作的。对。我觉得你可以以后多参加他们这边的，然后也看看把你的 APP 写得更有趣一些。是的，更有趣一些。我上周，我父亲就是说，哎呀，就是他想出去旅游，那我说好啊，那我们就从这个黄山到千岛湖，然后从千岛湖到杭州，然后我到杭州参加了杭州那边的凤凰星期四，对，然后呢，那天也凑巧，他们当时好像来了一群网易的人，然后当时的这个杭州的图拉顶，还有一个蔡越，他们找了一个，找了个地方嘛，大家做了一些这种交流，然后也跟一些，我也跟一些人做这个沟通，我给他们看了我的产品，哎，他们就觉得还有算比较有意思，然后有一个人说他是有孩子的，他孩子也是刚出生，他有一个需求就是说，哎呀，我想知道我孩子，出生了多久？对，过了多久？他说我因为这个事儿，做个日历，对，做一个倒计时的东西。对，他说正计时吧，他出生了以后就是正计时了。对，他就说我孩子已经出生了30天，对，30天多少个小时，多少分多少秒，然后一说出来觉得好有这个氛围是吧？对，然后他为了这个功能，他就单下了一个 app。那 app 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他说我根本用不到，我只需要这一个功能。对，是，对。然后还有另一个朋友就说，那你这个，就是说你这个产品，那，检测库程是不是太单一了？那你有没有想过说，搞点别的 AI 进来，就是说这个我会知道这个孩子为什么哭，他是想对他是尿了呀，还是说这个是需要吃饭了，还是他不高兴了？对，有没有这样？哎，我觉得这是一个这确实有用，对，这有用，好的想法，对，这个就还是要加外设了。因为纸尿裤上是有那个传感器的，对，可以去有这个，就是他们原来有那个尿完了以后，然后那个灯可以变色，实际上就是里头有个传感器嘛，你那个尿完了以后就短路了嘛，短路，对，它等于通电了嘛，对，这块还是比较好弄的，是的，对，这个还是要接那个 iHome 或者是这种就是叫智能家庭网关，接完了以后这些问题都可以搞定，还是相当不错的，对，然后，因为我早期就是在移动互联网早期的时候，认识一些这种靠一个 APP 把自己养活的团队。是的。比如说原来在 iPad 刚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叫水族馆，就是那是 iPad 1的时候的上线的演示项目。那个团队的创始人我就认识。后来跟我做过一段时间同事，现在在新西兰。前2天还跟我讲说他儿子参加苹果的 Swift 的比赛还得奖了，用 Cursor 写的，很开心的。那他就是说算财务自由，然后就对进来了啊。然后我还见过最早期的写这个一键清理的，那个人在写一键清理的时候还在用友上班呢，用友的一个程序员，说我就随手写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上去就有人买或者放点广告就挣着钱了对吧？就是早期的，其实就是结合了 AI 也好，或者是有了一些新的技能也好，就可以让 APP 解决一些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呢，你只要是这个应用方向找得准，就会有一大堆用户。
是，这个是没问题的，会非常非常好玩，对，所以我觉得，以你现在的这个状态，还是要多写，对，因为我原来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同时维护可能5、6个 APP，然后也是个大概4、5个人的小团队，然后他们的工作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每周更新一个，这周说我们需要更新这个了，然后呢，就从周一开始把这个 APP 的所有的用户评论都拎回来，然后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用户日志啊什么都拎回来，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啊，说有哪些 bug 呀，有哪些用户意见呀，然后呢，我们去写一个这个计划，然后把这一个 APP 更新了，然后下周呢更新下一个，对，然后他们很快呢就积攒了一堆这个月活可能到3、4千万的产品，然后后来他们就一个一个卖这些产品，每一个产品大概都能卖到上亿美金，那好厉害，对，其实他产品经理的能力很强，产品经理的能力非常非常强，然后呢也是当时他们干的活就是做各种的影像相关的，什么摄影啊，什么这个照片修改啊，拼图啊，就做这种玩意儿，效果好极了。是的，包括现在在苹果商店，像这种产品也是很多，然后挣钱的 app 也很多。对，现在难了啊，以前很多。是的。现在呢，他们就要做的稍微复杂一点点，比如说瑜伽呀，什么健身啊，原来一直有一个人想做一个应用，什么提醒人吃药，因为呢，西方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就在美国，他们干嘛呢？就是说，大夫给你开药了，然后呢，你比如说有老年痴呆，我忘了以后呢，等于那药你就没吃，过一段时间我没治好或者病情严重了，我去起诉大夫，那大夫说你得拿出证据来，你到底吃没吃，对吧？但是像我就是有时候也是需要，你看我这个，这个叫做这儿，哎，这个他会提醒我该吃药了啊！你看这儿，用药提醒，该吃什么什么药了，这个药是红色的圆片，然后我吃过了以后告诉你我吃过了，其实我还没吃呢，待会儿我再去吃。你看早上吃几个，中午吃几个，晚上吃几个，那也是个小功能啊，是的。对吧？而且这种功能做完了以后，你就一定要跟这个叫做苹果健康连在一起。是的，对，这个连起来以后的话，它就会好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在苹果应用市场里头啊，有很多这种叫做流量的滴滴。什么叫流量滴滴呢？就是你比如苹果健康，他希望有人跟他连，但是大家都不跟他连。如果你跟他连上了，虽然他有这功能，他也愿意推荐你。而这种流量呢，就是属于只有你能要，别人要不着。然后你就可以得到。就包括这个什么 iHome， 就是你如果跟他的 iHome 连上了，那么他也有 KPI 这帮人。他的 KPI 就是有多少人连我了。然后连的人特别少，因为中国的做这些人呢，都喜欢自己自成一套，谁也不爱连他。对吧？你连上了，发现哎，咱中国人又够卷，然后发现哎做的还不错，他就推荐你。甚至我原来还看到有一些人做的类似这种功能，就直接上苹果推荐榜，或者有的时候你做了一些类似的，你比如说你做一个小的这种硬件，这个硬件连上你的这个检测哭声以后，就可以跟他的手表、跟他的什么健康、跟所有的东西连在一起了，然后他就愿意把你这个硬件送到那个各地苹果店里去卖去，就是苹果现在找这种东西找得可痛苦了，就是对于你来说，你比如你连个硬件可能挺麻烦的，但是对于他来说也挺麻烦的，他希望在苹果店里头卖很多这种，就是跟苹果整个生态捆绑在一起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又特别少，所以有一些就是做的挺烂的东西都可以进去买，但是这种你只要挂上，你就流量从天上来了，对，原来我们有一段时间做这个游戏投资，游戏投资呢有一些做独立游戏的人，他们的生存方式是什么呢？他们的生存方式就是被苹果推荐。比如说咱俩做独立游戏做了一个了，今年呢被苹果推荐了，这苹果推荐一次呢，基本上这个钱啊就够咱俩活一年的。如果发现今儿做出这游戏来苹果没推荐，赶快做下一个，又做了一个还没推荐，
写个简历找地儿上班去，对，要不然都饿死了。就是因为在国内做独立游戏的基本上就是这种生存方式。是，所以呢，你要去理解说苹果在哪个地方是有流量的，然后怎么撬动这些东西，大厂不愿意做这些事儿。你比如说，我真的是一个大厂，像小米啊，什么他们这种大厂，他不爱干这个事儿，他喜欢把所有东西都做成自己的，如果你做一个东西说，哎，我做了，然后他还愿意用，那是没问题的，对吧？这个其实有好多这种，可以蹭到便宜的地方，就分享给你们。哎，我们说话的声音不同步啊，这个我估计有可能是中间网络的问题，可能是中间网络的问题。我觉得电的话，也还剩16%的电，也差不太多了。我准备把这个东西关掉，然后，因为你想他自己要直播，然后还要给他供电，是，对，确实是稍微的紧张了一点点。那么也感谢大家吧，虽然今天始终也没有100个人，对吧？这个非常少，我正常应该有200多人。然后拍下来，对，然后先回去给我这个成为我的观众，我叫老范讲故事。好的，对吧？然后这个现在就开始关啊，现在给我关注上。好。反正我是有好多这个没有用的经验。然后你听了呢，就反正至少能开心一下。对吧？这个。如果是说，哎，万一有点用呢，对吧？也没准就这个有点小价值，对吧？是的。好，那么我就把直播到这里停掉啊。热不热啊？是已经开始热上来了，因为开始热了，对，37度，我也怕自己中暑掉。先结束直播。你看这个电脑在这直播了两个半小时，已经很厉害了。